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那是一个群雄虎争、英豪踊跃的时代。若是将它形容为乐曲，那么刀剑和拳脚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我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明飞真。童年时代的我很普通，除了帅以外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那时的我超级向往着传说中的武林大侠们。我要努力习武，长大后名震江湖。这个是我师傅，有出息，不愧是我大罗山派人的弟子。我从武林同道手中借到这本武功秘籍，很适合初学者练习。宁飞真啊，你拿去练吧。那时我习武之心旺盛，得到这个机会，当然欣喜若狂，所以完全没有留意师傅脸上的表情。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本《易筋经》若没有40年的内功基础，切不可盲目去练它，不然会有99%的概率死于走火入魔。我们已经尽力了，这孩子怕是撑不过今晚。不知情的我因为练它而走火入魔，结果经脉尽断，脏器爆裂，呕血不止。但是苍天保佑，我在床上昏迷了1年之后，居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在接下来的2年里，还顺利的掌握了这门武功。啊，那臭小子居然没死！从少林寺偷来的那本秘籍，原来也没传说中的那么危险嘛。但是经过这次的身心打击，我的心理阴影面积猛烈的扩张开来。当时我还天真的认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上次只是个意外，你不用太在意啊。我这又借到了一本强身健体、补气固元的秘籍，不多说了，你拿去练吧。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难道你还怀疑为师的话吗？这次的功夫练起来肯定安全，为师拿人格保证。尽管我半信半疑，但是练过之后，我才明白一件事情：这个混账师傅根本没有人格可言，已经没治了，早点入土为安吧。在床上又躺了3年后，我竟再次奇迹生还。虽然又掌握了一门绝学，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又没死？这小子是蟑螂投胎的吗？从武当派骗来的那本秘籍，原来也没传。师傅的反应还是一样，虽然这次也让我备受打击，但是心寒的感觉也没那么强烈了。师傅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弟子，而是实验室的小白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反倒释然了。这孩子心肺烂成碎渣，大脑千疮百孔，206块骨骼，没一块是完整的。根据以往经验，多喝点热。一次又一次的苦痛和绝望，渐渐让我失去了恐惧感，甚至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我只是条咸鱼。这不知不觉间，我已掌握了江湖正邪两派的各种绝世武功。22岁时，我下了山，这时的我已经无人能敌。大罗山派今天好热闹啊！是有人结婚，还是有人挂掉了？这都不知道吗？最近大罗山派老掌门退位，新的掌门要上任了。不仅仆人弟子，那边你看到没？连大罗山派数一数二的人物明姑娘也亲自出马了。什么？明素问明姑娘吗？在哪儿？真的，明姑娘果然还是那娇艳欲滴呀！不仅漂亮，估计10个壮汉都打不过她。简直就是大罗山的女神，俺们心甘情愿就这样默默地守护她一辈子。如果俺老婆手上的茧能长得和她手上的茧一样，我就感觉这辈子死而无憾了。说起来，大罗山派新任掌门人是怎样的人呢？要是俺没记错的话，新掌门名叫明飞真，详细情况俺就不知道了。但是你想想，大罗山派毕竟有明姑娘这样的完美存在，所以不难想象，新掌门肯定也是男人中的典范吧？那还用说？一帮智障，还想困住老子？等我爬出这个狗洞，就能顺利逃下山了。掌门人什么的，见鬼去吧！再见，智障们！我记得这个洞外面人少，出去以后直接下山就万事大吉。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飞真啊！你趴在洞里搞什么鬼呢？
壮哉啊！这突如其来的景色让我心潮澎湃，诗意大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诗啊！你发呆想什么呢？没有。嘘，小师姨小声点，别让其他师兄师弟知道我在这里。那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一下，你现在在干嘛吧？其实我不是明妃真，而是因为某种法术和真正的明妃真交换了身体，现在正在想办法变回去。你继续鬼扯吧，我去告诉他们你在这儿。我错了，我说实话，小师姨快回来！你要退隐江湖？飞真你，不会又是飞真鬼扯的话吧？飞真再这样，小师姨我可要生气了。不，我是认真的，我明妃真要退隐江湖。不是鬼扯，也不是突发奇想，被骗回来当掌门之前，我就下定决心退隐江湖了。这样一来，我该坦言的也都坦言了，那么差不多我也该告辞。且慢，飞真你说的倒是轻巧，你这么一走，大罗山派掌门之位怎么办？你师父就你这么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弟子，大罗山没有你，那大罗山派在武林就算是出了名了。哦，掌门之位啊，随便再找个人做不就好了？反正我师兄弟也不少，不过要我当掌门也不是不行，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小师姨嫁我。喂，怎么突然就动真格了？小师姨你冷静点。放心，我很冷静。你不是不想当掌门吗？那就拿出真本事来，打倒我就放你走。哈，不是吧？小师姨开玩笑吧？你真的忍心对我下杀手吗？哇，还真舍得下手啊！少废话，看线！光是躲闪可没办法混过去，再不还手可要受伤了。为什么突然又不躲闪了？突然想到，被小师姨伤成残疾的话，肯定也当不了掌门，而且小师姨肯定心疼我，照顾我一辈子，感觉稳赚不赔啊。没想到你执念这么深，明明一身绝世神功，却吵着要退隐江湖，真是完全搞不懂飞真的想法。小师爷，我当年下山时，天真的以为江湖不过如此，凭我一身绝学，一定能够成就大事。到头来，还不是同样在名为江湖的泥沼中深陷，身不由己。总之，江湖除了天天内斗，就没有半点建设性思想。我呼吁大家合作改善现状，又没人听。果然，飞真下山之后经历很多事情吧？是啊，这说来就话长了。其实我不想当这个掌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看看这个。信件。这个难道是债务清单吗？重点在落款，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他先吃喝嫖赌欠一屁股债，然后都记在他大罗山派掌门名义的账上，随后又是漂亮的退隐，让新任的掌门人顺理成章的背上巨额债务，然后他自己就高枕无忧了。我可是被他从小骗到大的，怎么可能再上当？换成其他人我也许不信，这种过分的事确实也就你师父做得出来。但是师兄弟们可惨了，大罗山派的财政危机居然被一直隐瞒着，这是要破产啊！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再风光的武林门派少了钱也是寸步难行。但是我再也不用因为银子头疼了，因为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时代的生财之道。是的，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工资高又能偷懒的地方，退隐后我就要在那里混吃等死，过上酒池肉林的健康生活。对了，不如小师爷和我一起去发大财吧？咦，哎，等等，走吧，别犹豫了，小师爷。我就不必了，但是陪飞真去看看倒是可以的。飞真说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呢？这个嘛，下一集再告诉你。这六扇门高级侍卫考试报名处，这就是飞真说的可以混吃等死的地方。这不是六扇门吗？你难道要给朝廷打工？给朝廷打工怎么了？啊？飞真不会觉得当大内侍卫比当掌门还清闲吧？给皇上办差事还敢偷懒？这就是小师姨有所不知了。其实六扇门
麒麟卫、君王侧是大内重要的3个特务机关，其中的六扇门原本最受皇上青睐，所以只要进了六扇门，名利双丰收，再也不是梦。但好景不长，六扇门的人才严重流失，部门也越来越清闲，但内部却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薪资。所以现在如果能进入六扇门，就可以不用很辛苦，也能赚大钱。如何？这计划是不是天衣无缝？头，谁在拉我头发？快松手！咦，你是来报名的话，就好好排队去；不是来报名的话，就给老娘滚出去！别像苍蝇一样到处乱晃，真碍眼。可恶，你这厮！我这厮怎么了？继续说呀。没什么。大人这一拉扯，让小的顿时神清气爽，精神倍增。小的这就去排队。态度突然转变，切，渣子！真少见。飞珍平时天王老子都不怕，一个姑娘家让你慌成这样，莫不是看上人家了？倒不是了。得罪她的话，我就赚不到银子了。没认错的话，那个女人就是六扇门的副总督沈依人。因为她的美貌和臭脾气完全都如传闻中一样，所以很容易就能辨认了。据说这个沈依人才色兼备，胆识过人。虽然名义上她是六扇门的2把手，实际上整个六扇门都以她马首是瞻，而且在江湖上也算是鼎鼎有名。飞珍打听得这么清楚，该不是就冲着这个沈姑娘才大老远跑到南京的吧？也难怪飞珍会看上她，毕竟人家又是名门望族，长得又可爱。没有啦。卑鄙龌龊！那个丑女居然在皇上那里打我们六扇门的小报告！大人息怒。老娘问你，这是什么时候的消息？这消息是三天前的，那时因为你和总督在吵架，所以没敢当时通报给大人。3天前？3天前的消息你现在才告诉我，还敢找借口？信不信我活剥了你全家的皮？姐姐，请冷静一点。皇上他不可能因为麒麟卫打小报告就取消我们参加殿前比武的资格吧？那是当然，但是麒麟卫那边那个丑女总是暗中捣鬼，可恶至极，真是出乎不得。为了搞垮我们六扇门，那个混账丑女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刚才我亲自巡查了六扇门招新报考点，为了安全起见，皇，我特派你再去报考会场巡查一遍。但是会场有好多人，好可怕的。就因为狂你太内向胆小，才得好好锻炼你。毕竟你也是我们六扇门的人，一直这么懦弱怎么行？是。大声点儿。是。沈大人对沈狂公子还真是严厉啊。明公子和明姑娘的手续已经完成画押了，考试时间是3年后的4时，要记住了。说起来，你们俩都姓明啊，多嘴问一句，你们什么关系啊？夫妻？小十一干什么打我呀？谁是你气死了？开玩笑嘛，生气了吗？好了，2位，当我没问，下一个。嘿嘿，明明小十一之前嘴上说不参与的，结果为什么这么干脆就报名了呢？也许只是心血来潮吧。小十一，我们晚上吃酱肘子作为庆功宴吧。飞珍，你这样会惹众怒的。哟，真热闹！六扇门的无聊选拔考试要开始了吗？既然如此，我们如果不去帮点忙的话，那也太没人情味了。那就让我们帮他早点终止他们的考试吧。4时已到，诸位肃静！六扇门高级侍卫公开考试即将开始，下面由沈狂大人宣读初始规则。沈大人对沈公子还真是严厉呀。第一场考试是展示武艺，此场比赛不准使用武器和暗器，不准攻击胯下等要害部位。考试内容类似蒙古摔跤，但是招式功夫种类不加限制。考生要与同处于黄色铜圈内的考官搏斗，将考官击出圈外，计算通过初试。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还有一处接触铁圈，则不算被击出圈外，以及
考生被考官击出圈外，则失去考试资格。他在说啥呀？这小的像文字盲一样，根本听不清楚在说啥呀？搞什么鬼？莫非第一场考试是考验听力吗？沈大人，考生们都没听清楚，您看要不要重新？考试开始。小师爷啊，看来我们还要等很久的样子，该做些啥打发时间呢？飞珍，稍安勿躁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哇，好厉害，高手！考官调出圈外，17号考生唐烨过关。这家伙不会是死了吧？还有呼吸，只是晕过去了，赶快把他抬下去医治。伤脑筋啊！伤脑筋？飞珍为什么伤脑筋呢？我在想啊，若之后碰到这样的对手，那不得不稍微认真一点才好对付了。但如果使出真本领，恐怕会引起仇家上门之类的麻烦事。唉，看来想过上混吃等死的生活，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姐姐，刚刚那个叫唐烨的人好厉害，这次招募居然会有这样的意外惊喜，真是吓我一跳。是啊，而且惊喜好像还不止一个。刚才通过出事的人里面，其中有个叫苏晓的，乃是江湖刀客南京玉面虎苏一刀的儿子。虽然武功逊色了一些，但也是个可造之才。哦，那个苏晓我听说过，她因为容貌娇美，总被人错以为是女孩子，真是好玩。你才没资格说人家吧，沈宽公子。除苏晓以外，还有一位，就是那边的那位姑娘，来自大罗山派的顶尖高手明素问。自他报名我就注意到他了，如果能招募他到麾下，6扇门重振雄风势在必得。小女得罪了。切，丑话说在前头，我铁头不懂什么怜香惜玉，所以不会因为你是个女人就放水。首先，不因为我是女人而故意比武放水，这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尊重，这一点我得谢谢你。为了回敬你的尊重，我就先让你3招吧。狂妄的女人！你这第一招出拳过于莽撞，装模作样，去死！第2招精神不集中，只顾挥拳却不注意敌人的行动。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到他身后的？这还是人类的速度吗？什么？那个女人居然轻松接住了铁头教官的猛烈一击！阁下的前2招我完全无法徒手接住，但这第3招丝毫没有斗志和气势。莫非就因为前2招没打中我，你就下意识认为对面比自己强太多，而暗自退缩了？我不知道阁下之前经历过什么，但作为武者，即使遇到强自己100倍的对手，也不该有丝毫屈服和犹豫，否则就无法身为武者了。已经够了，我认输。这个女人彻底击败了我。啊？什么？这才3招，你怎么能说认输就认输？你就不怕沈大人发脾气开除你吗？是啊，3招下来，我打不着他不说，反倒被他摸清了我的底细，确实差不多也该辞职回家做生意了。考验这样的怪物，我根本不够资格。大罗山明素问过关。哇，还有这种事情，不出1招就能打败对手，这个明素问真是不简单。明素问果然名不虚传，武艺、素养、洞察力、包容力都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啊。姐姐啊，那明姑娘旁边那个男人是谁？好像关系还挺好，乍一看还有点帅的那个。切，你看那低3下4的样子，肯定是庸人奴仆。第120场丙圈大罗山明飞针竞圈应试。呀嘿，终于到我出场了。呵呵，飞珍看起来干劲十足啊，说好只是来浑水摸鱼的呢。都怪小十一抢风头，明明我才是这个动漫的主角，再不露一手就要被别人当成是小十一的庸人奴仆了。飞珍的武艺比我高那么多，稍微出点力就能横扫千军了，还怕出不了风头？刚才我开玩笑了，让别人横扫千军吧，我就只求普通顺利过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了，飞珍加油啊！其实也没啥可多虑的，
毕竟朝廷这考试完全没有特别之处，就是这么普通。普通才怪了！这是你的对手擎天柱教官，这不是扯犊子吗？当我不认识星星吗？这怎么看都是星星吧？为什么其他人都是正常人啊？犯规啊！我要抗议！对手都是抽签决定的，而且他只是体毛旺盛而已。旺盛个屁啊！都开始擂胸了。不想考就弃权，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不如我给你香蕉，我们不要打了，你认输吧。喂，我还没准备好呢。输不是星星，谁信啊？有话好说啊，大哥，不然我包个果篮给你也行啊。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别生气啊，喂。就星星这体力，想靠闪避把他累趴，怕不是得耗到明年。先用最小的内力限制一下他的行动好了，别死啊，大哥。这弱过头了。对不起，因为画面太美，没能忍住。他在干什么？还火上浇油的。上当了，就稍微多用一点点的内力，假装你是因为惯性飞出去好了。刚刚太轻，只是脱了毛，这次稍微用点力，轻的。什么情况？比武台炸了！教官在这边，铜爵已经碎了，好像是教官用力过猛，直接把擂台给打烂了。对了，那个姓名的呢？在上面，好轻功，而且擎天柱教官出界了，只可惜没有落脚点。规则说是圈内，又没说不能是其他考生的圈内，我这样也不该算输吧？反倒大猩猩那边的圈已经没了，他才是站在圈外，所以赢的应该是我明飞真。明飞真这种情况没有先例啊，这怎么判？这家伙轻功还可以，而且人还算机敏，是不是应该让他过关呀？这个应该算过关吧。轻功好又怎么样？机敏又怎么样？哼！当我们六扇门是茶馆吗？能过关？你偷换概念，暗改考试规则，那我们六扇门威严何在？马上滚出去！老娘不把你关进大牢，已经算便宜你了。啊！六扇门如此迂腐不堪，留在此处也没什么意思。飞真，我们走。慢着，明姑娘这话什么意思？之所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朝廷之事本就无小事，你们还要拘泥小节，还要刻意招募一堆思维僵化的木头人，岂不是南辕北辙？姐姐，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呢。副总督大人，请三思。六扇门如今势单力薄，吸收人才才是正道啊！而且明姑娘和那小子是一块儿的，你把他轰出去，明姑娘也不留了，这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明飞真是否过关，交给考官评判。混账猩猩，还想继续打吗？来呀来呀！啊，香蕉，给我的吗？看来擎天柱教官承认了你的实力和勇气。这算什么呀？就是说你过关了。初试结束，接下来是午休时间。已通过初试的考生可凭证出入考场自由活动，但是别跑太远。第二场考试是申时准时开始。没想到这沈大人这么难缠，我差点第一场考试就挂了。飞真不是千里迢迢来勾搭这个沈姑娘的吗？怎么现在又嫌弃人家了？都说没有了。各位好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要吃了咱的大力丸，就能让您大力无穷。吃一粒胆不怂，吃2粒力如熊，吃3粒能降龙。
比起混账师傅来，这些江湖骗子也太小儿科了。这种程度，准保连小学生都不会上当。这些大力丸我全都买下来了。我记得那个姑娘好像是和我们一样通过初试的考生，看气质像是大户人家出身，面容姣好，但却有几分豪爽。既然能通过初试，说明她也该有些身手。可惜是个笨蛋。唉，飞珍这么说，就未免太落井下石了。圣贤也有一叶障目之时，又有谁一辈子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呢？这姑娘只是一时大意罢了。卖复活药来！此人吃了我的复活药，就能满血满状态复活。我全要了。这家伙根本是100%的大笨蛋。不行，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这位姑娘，且慢购买，这商品是假的，千万别上当。啊，姑娘！岂有此理！我可是100%纯爷们儿，这都能认错？你们是笨蛋吗？居然是男人！失礼，这位公子，毕竟大家同为六扇门的考生，小女见你上当受骗，买了一堆假货，感到于心不忍，指望公子小心提防，别再白白浪费银两。怎么可能？以我超高的智商，怎么可能会上当受骗？难道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啊，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嫉妒我的智勇双全。作为竞争者，我肯定是你们的巨大障碍，所以才找借口阻止我变得更强。还好我聪明，瞬间就识破了你们的奸计。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大人您其实根本不需要借助外力，就已经所向披靡了。对付我们这些渣渣，根本不用费吹灰之力。这些灵丹妙药，对于已经非常完美的大人来说，根本是画蛇添足。就好比原本好端端的一碗面条，却硬要加米粥进去，那加了米粥的面条，那还算面条吗？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要就送你们吧，反正我也不需要，后会有期。祝你们早日赶上我的实力，虽然不可能。虽说是笨蛋，却是个有趣的笨蛋呢。小十一莫非被那个笨蛋惹生气了？没。哎，别在意那个笨蛋了，扔掉这些东西后，我们就去吃酱肘子吧。我有点担心那孩子，总感觉会出事。要不我们跟上他看看情况吧？为什么呀？非亲非故的，难不成小十一喜欢那种类型的男生吗？当然不是，看到这么笨的生物，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小鸡，叫做小喜。小喜，小喜，你在哪儿？这不是苏文小师叔吗？你这时候不吃饭，在晃悠啥呢？我在找一只小鸡，它的脚印到这里就不见了，你有看到过吗？小鸡啊，是不是头上有几根毛翘着的？喙上有个缺口，而且蠢兮兮的。没错没错，那就是小喜，它是我养的小鸡，你有看见过它？不，没见过。这时我才意识到小喜一时凶多吉少了。想想都怪我疏忽照看，酿成了此等悲剧。果然又是那家伙，突然能够完全体会小十一的感受了。目的是多么寂寞，目的是多么空虚。好功夫，不愧是苏小苏公子。知道是我还敢动手，找茬是吧？来呀，来战个痛快，正好邪得慌呢。小生叫柳元，现任六扇门司务，兼任六扇门第2场考试的主考官。特此前来，就为告诉苏公子一件重要事：六扇门招募考试的第2场，其实从刚才开始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啊！开什么玩笑？第2场的考试已经在进行了，是什么意思？第2场考试已经在进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是的，正如小生所说，毕竟六扇门不同于普通衙门，考试不遵循常理的进行，也是考验考生的随机应变能力。这第2场考试是由考官1对1的私下暗中进行，你的考官就是小生我，公子明白了吗？那
那当然，其实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事不宜迟，小生这就带你去第2场考试的地点，请随小生来。走呗，反正无论考什么也难不倒我。关于那个男人，飞珍，你怎么看？完全就是个笨蛋呢。不，我不是说那个笨蛋，我是说那个突然出现的柳公子。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到底是真是假呢？不会对这个神秘人物产生疑心的，也就只有那个笨蛋苏小了。但是回头一想，万一柳公子所言属实，这些疑问就算想破脑袋也没用，其实很简单嘛，堂堂正正的潜行尾随他们不就好了？飞珍的说法反而让我产生了负罪感。苏公子，我们到了。为什么是这样个偏僻废弃的院落？别介意，既然是秘密考试，当然要挑这种人少的地方。那么接下来，请苏公子先闭上眼睛。哦，这是要考什么？听声辨位我可是超擅长的，题目可千万不要太简单啊，不然太没意思。什么？喂，为什么绑我？你找死吗？快把绳子解开！我可爱的小蝴蝶哟，你总算是落在我的手中了。想抓住你，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周章啊！可爱的小蝴蝶哟，你就算呼救也没用，这里几乎不会有人来。果然是圈套呢。但是这个柳公子抓那个笨蛋做什么？莫非他把那个苏小错当成妙龄少女，还想对其行非礼之事？对，那个柳公子在南京城也算有名儿。每年的这个时候，柳公子总会对面试的人进行潜规则。潜规则？原来如此，但我还有一事不明。你谁啊？什么时候爬上来的？还一边吃包子一边说话？看热闹的呗。你们俩还不是和我一样吗？我们才不是来看热闹的。什么声音？什么也没有，错觉吗？东张西望看什么？快放开我！你到底想做什么？你是笨蛋吗？我是男人，你搞错对象了！再不放开我，那我可要生气了！不用骗我了，还是乖乖就范吧，我可爱的小蝴蝶。不行，再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动漫恐怕要变得很不妙。我们得去救那个苏小。我劝你还是别多管闲事。你们也是六扇门的考生吧？那个柳公子的确是六扇门私物，得罪了他可就难进六扇门了。是啊，那个失灭的兄弟说的是，我们还是乖乖的围观就好。我也比较同意其他人的观点。喂，搞什么飞机啊？爬上树围观的人未免也太多了吧！给我适可而止啊！围观就算了，还吃着各式各样的食物。油炸掉我衣服上了！吵死了！谁藏在那里？给我滚出来！在后面，一直鬼鬼祟祟的就是你小子是吧？喂，别动本大爷的刀，放下！你把刀还给我！放开我！居然是他！我记得你叫唐叶是吧？怎么打算坏我的好事吗？并不是，我特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睡着午觉，结果你们却跑过来大吵大闹的，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所以就爬起来了。而且你们的事我才懒得管，我只想离开这里，换个地方继续睡午觉而已。你小子倒是挺知趣。走之前先把刀还给你们，接着。你这家伙给我等等！竟敢抢在我之前打倒了我的对手，我可不会视而不见。你这是对我的挑衅！来啊，帮我把绳子解开，和我一决高下！喂，竟敢无视我！回来！对于这个笨蛋，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哦，多谢你们俩帮我解开绳子。虽然我自己还差一点就能用内力绷断脱身了。是，大爷英明。小师爷，我们去吃午饭去。作为感谢，我就以重礼相赠吧。重礼？我的贴身玉佩和亲手书写的名字，有这2样东西，你们就可以照我的大名扬眉吐气。有我罩着，那就没人敢欺负你们。那个家伙要醒过来，估计还得花点时间，怎么处置？没证据也报不了官，就让他躺到自然醒吧。什么呀？结果闹了半天，
我们其实等于啥都没做，啥都没得到，不也算刚交了一个新朋友吗？可惜是个笨蛋。别纠结了，先抓紧时间吃午饭吧。申时已到，6扇门选拔考试第2场开始。此场为智商测试，请考生排好队，一个个的轮流进入后厅应试。智商测试？没听说过要考这个呀。下一个，大罗山的明妃珍。哇，好快就到我了，都不知道会考些什么内容，这次有点没底啊，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考官在里面等着了，请进。哦，但是毕竟我随机应变的能力也不是盖的，只要保持镇定自若，就稳操胜算。我去，这考官不是刚才那个家伙吗？你这是啥表情？为什么看到我和看到鬼一样？莫非你……糟糕，莫非他知道了我当时目击他出丑的事？莫非你在奇怪我的脸为什么会伤成这样？对啊，完全不是。哼，不用在意，这伤是被小猫抓的。明明说成不小心摔的，不是更能让人相信吗？那么不浪费时间了，直接进入正题吧。第一题是算术题，讲的是从前有个年轻的和尚。顺带一提，这个和尚长得十分娟秀姣好。你给我打住！和尚长得可爱和算术题有毛线关系啊！你给我好好出题啊！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性急？真没办法，小生减少些修辞就是。话说那个和尚刚吃完面，从面馆出发，以1炷香750丈的速度行走，就这样走了半个时辰。这时面馆的老板从后面追来。顺带一提，这个面馆老板超级帅的。我说你有完没完？好了，小生去掉修辞就是。面馆老板以每个时辰5000丈的速度开始追逐前面那个和尚。试问，面馆老板追上和尚需要多少时间？话说，考这么简单的算术题没问题吗？还不是照顾你们这些习武之人，大多数没文化嘛。排除掉这个家伙胡言乱语的部分，这还算是一道像样的算术题，简单的有点看不起人呢。简单，答案是3炷香。错。哈？喂，你没搞错吧？无论怎么计算，都该是这个答案呀。不是你疏忽了一点，因为那个和尚吃了霸王餐，所以绝对不能让面馆老板追上他。扯！没办法，小生说你答错，那就是答错了。这个家伙明显是因为之前出丑而恼火，所以把怨气发泄在我们考生身上。可恶！真可惜。那么接下来就是第2题了。题目接着第1题，最终那个面馆老板抓住了吃霸王餐的和尚，因为被面馆老板充满魅力与热情的视线盯住，和尚无法逃脱。试问，和尚如果想逃脱困境，用以下哪种方式最有效？1. 战斗，2. 装死，3. 假装害羞，4. 念大悲咒。3. 假装害羞，实在令人无语。这题居然被你蒙对了。尽管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理由会选择3，因为你这个家伙太好懂了，最恶心的一定是正确答案。不过没关系，还有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如果挑战失败的话，你就会1胜2负，直接失去考试资格。不就是最后一题吗？尽管放马过来吧，反正我一旦失去资格，就把这个家伙痛揍一顿泄愤。喂，你怎么一副色眯眯的表情？决定命运的最后一题，题目是在不动用任何武力的情况下，让小生对你五体投地，如何？很简单吧？哼，这简直天方夜谭。没辙，这是你逼我揍你的。等等，也许那2样东西能起到作用。喂，你的东西掉在地上了，什么玩意儿？什么？那东西莫非是苏小的天生玉佩？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的？简直是座上宾待遇！你不会是偷来的吧？怎么可能？我有名次为证，我和他可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却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抬杠，还处处给我添堵，让我太失望了。不过我大人有大量，你现在道歉还为时不晚。然后呢？他不会真的就这么让飞珍你过关了吧？是啊，不仅如此，还真对我五体投地了。
现在想想，幸好那个柳公子能认出那笨蛋的贴身玉佩。总之，最终还是过关了。我还以为飞珍和我一样就备考了些简单的书义理，你怎么老能遇上这么奇葩的情况？第2场考试结束，过关的考生到大会场进行最终考试的抽签儿。抽到同号的2名考生将会在最终场考试同台竞争，败者直接失去资格，以此类推，淘汰剩至最后6人。这6人将被视为全部通关，进而成为6扇门高级侍卫。感觉第2场之后人就没剩下多少了呢。多少被淘汰的人都是拜那个柳公子所赐。甲组2号，不遇到那个唐叶就好。飞珍第1场肯定不会遇上他。哎，小十一为啥这么肯定？因为飞珍第1场的对手是我。什么？就是说我和小十一2人之中注定有1人要被淘汰。抽完签的箱子都搬到杂物间，快点！是。慢着，考官，请务必让我重新再抽一次签，求你了。这可不行啊，这有违规定。通融下嘛，又不会少块肉。就算我通融也没用啊，签数都是按照第2次考试合格的人数计算的，现在抽签箱里已经空空如也了，你看，所以没可能重抽了。奉劝公子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果然行不通，这下可麻烦了。最终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不想办法，一会儿就真的要和小十一同台竞争了。我们俩最终必须淘汰1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可恶！实在不行的话，只好偷换其他考生的签了。你们不要再白费心机了，签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登记过了，就算你们私下互换也没用。6扇门可没有让你们钻空子的余地，认命吧。沈大人啊，但是这样的考试机制很奇怪，不是吗？部分明明很有实力的考生，只是运气不好就被淘汰掉了，有些可惜吧？可惜？6扇门只需要出类拔萃之人，那种随时会被取代掉的实力选手，就算少几个也无关紧要。我要不还是弃权吧，毕竟原本打算进6扇门的人是飞珍，我也只是附和而来而已。弃权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在考试开始后宣布弃权才算生效。看你们如此纠结，我们只好将最终考试时间延后半个时辰。我们6扇门这样做也算仁至义尽了，给你们一些时间好好考虑。不愧是深明大义的沈大人，简直是观音娘娘在世。您的美貌与大恩大德，让小的莫齿难忘。哼，我们走。沈大人慢走，沈大人再见。沈大人慢走，沈大人再见。飞珍啊，不知为何我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弃权了。哎。最终测试淘汰比武，禁用武器，禁攻击胯下。一方离开平台或失去战斗能力或弃权，则视为分出胜负。甲组2号明飞珍对明素问，一局定分晓。考试开始。局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这次我已经有将飞珍打成残废的觉悟了，所以飞珍不需要担心。这还不担心才有鬼了！那个明姑娘为什么突然气势变得这么恐怖了？刚才拖延开考时间是为了稳住明素问的缓兵之计，但没想到居然效果拔群，变成这样正合我意。啊！生气也该有个理由吧，小师爷，总该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说我要弃权的时候，飞珍露出那么开心的样子？把我骗来南京，完全是为了帮你勾搭那个沈姑娘吗？当然不是，我当时的商业笑容是为了稳住沈一人，为了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撒谎！一股涩涩的青春味儿。糟糕，完全打乱计划了，先想办法让失控的小十一停下来才行。用飞石点穴吧，为了不伤到小十一，会稍微轻一点。成功了，抱歉了，小十一。接下来得想出一个能够2全的办法。啊！因为太生气，点穴已经没有效果了吗？这招莫非就是大罗山派的星罗掌？没听说，原来有这么夸张啊！
尽管打吧，如果打这一下能让小十一解气的话。飞针，哇！打烂地板的掌力打中了人，也有命在。这小子恐怕小命不保啊！啊，好多血！姐姐，没闹出人命吧？赶快叫太医！不用叫太医了。不用叫太医了的意思是，果然这小子已经死透了吗？别装了，飞针，你根本就没事。用辣椒酱伪装成血，这么呛人的味道，怎么可能骗到人？看来刚刚小十一碍于情面，没对我下狠手啊，我才因此能侥幸与之打成平手。考官，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两人都算合格呢？门儿都没有。我可没放水，而且那一掌不小心还用力过猛了，明明结结实实打中了，但是竟然对飞针没有造成丝毫伤害。这人看着挺弱，没想到居然能接下那么厉害的一掌，不能吧？刚刚风这么大，哎呀，他们俩的关系那么好，肯定是在演戏啦。切，你们俩适可而止，再继续演戏的话，就怕你们双双淘汰。哎，是在演戏吗？不过他们这样也是人之常情吧。不是演戏的话，那个家伙早就被明姑娘淘汰了。事到如今，飞针还在玩花样，这不是毫无意义吗？我还没放弃啊，我还在想双赢的方法。不会有那种好事的。那可未必。什么东西？鸽子？鸽子居然飞到了场地中间。等等，那只鸽子的眉毛，莫非？没错，看来是我们大罗山派的急信鸽，好像腿上还绑有信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看来是那个混账师傅寄信过来了。不愧是那个老狐狸，居然能找到这里来。既然出现了突发情况，根据规定可以给你们片刻暂停时间处置，但是这是唯一的暂停时间，结束后必须马上继续。咦，红色的字，你师傅在信上强调，这是他用自己的血写的血书。血书？虽然这所谓的血书散发着一股熟悉的辣椒酱味，意料之中。因为我们的离开，大罗山派无人主持大局，又因为负债累累陷入了财政危机。你师父因为躲债也不敢现身，所以大罗山派现在完全一片混乱状态。师父他很希望我们能够回去拯救大罗山派于水火之中。完全就和之前预想的一样，混账师傅自作自受。好了，暂停时间结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留到考试结束后再说。那么考试季不用了，我弃权，这次是我的最终决定。什么？等等，小十一别啊！思来想去，我果然还是只能决定退出，因为我仍不放心大罗山派的兄弟姐妹们，我得赶在大罗山派分崩离析前回去摆平问题。明姑娘虽说暂时留不住，但她重视的明飞针在这儿倒也不急。何况明飞针这小子也尚可用之，还能借机拉拢大罗山派，不如将计就计。既然如此，按照之前规定的赛制，明飞针通过考试。若明姑娘完事后愿回六扇门，我沈一人承诺免试录取。考官，请把保管的剑还给我。事出紧急，我得即刻出发。小十一也不用这么急着走吧，而且我还有话要和小十一说。六扇门公开招募考试第3场全部结束，通关的考生请排队在终点依次画押。哇，公考总算结束了，唐烨、苏晓都预想般的成功通关，这次招募收获也算不小了。姐姐啊，那个明苏问姑娘真的还会再来六扇门吗？当然，一定会的。稍作休息，晚些时候我还要对新成员做最终面试。哎，原来还有考试项目吗？最后的面试算不上考试吧，只是想初步了解一下新成员们而已。沈大人，不好了！沈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是他们硬闯进来了，是麒麟卫的人。好高大的女人。高大？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高大了，给我去死！住手！你这个丑女！哼，姓沈的男人婆总算是出现了呀！乱闯进来还打人，你们麒麟卫究竟什么意思？哼，还不是为了朝廷操心吗？眼睁睁地看着六扇门养了一群老弱病残，朝廷的俸禄全都喂了猪，你说皇上该有多心疼啊？正好今天你们六扇门甄选新员，才特意请了一个监察之职协助不靠谱的你们，结果就看到你们又招募了一群酒囊饭袋，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我就稍微帮你们监督管理了一下而已。一派胡言！且不说这次选拔是皇上特批，你空口无凭就来搅局，还敢打伤我们六扇门的人，你当老娘不存在是不是？怎么？难不成男人婆你还想赶我们走？不，可没打算赶你们走，因为你们这些家伙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哼，别乱来，我来此执行公务，可有皇上的令牌，你们敢忤逆圣上不成？什么？奉皇上口谕，我要行监察之职，考试结果得让我们麒麟卫重新评定。姓沈的你也有今天，现在的你简直像只丧家之犬一样。丧家之犬。飞针，现在的你简直就像只丧家之犬。怎么回事？突然地震了吗？飞针，飞针，冷静！飞针，还有我在，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刚刚的地震怎么回事？对不起，对不起，我差点就……嗨，我说你们六扇门招进来的人都是些怂包呀，看他们一个两个吓的，难怪。喂，你干嘛？难怪个锤子！死丑女，我让你难怪，让你怂包，让你沉寂。六扇门里的人除了我之外，谁都不能骂。敢打我手下，敢让他们下跪，给你脸了是吧？快住手！兄弟们，快上去帮司府大人！你们虚张声势的家伙，兄弟们上！疯女人，你敢这么打我？我是皇上特派的监察，你违逆圣意！我违逆圣意？圣上举办御前比武，就是为了给我们六扇门一个机会，你偏偏来捣乱。我早就说过，你敢捣乱，我就敢把你打出去。你还想告我黑状？呸！老娘7岁就跟燕13进皇宫了，亲王是老娘裙下之臣，公主是老娘闺蜜。你去告我的黑状，你滚去试试看呀！你们听好了，六扇门的人只有我能骂，只有我能打。够了，别打了，我们走。六扇门，你们给我等着！哼，拽什么？有种下次再来啊！今天大家表现不错，给老娘长脸了。今晚全部人跟我去醉仙楼喝酒。怎么没兴趣？哦，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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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扇门似乎有点意思，飞针也许会收获很多好朋友呢。谁知道呢？飞针，这回我真的该走了。你之前说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小师爷，我要在这儿落户了，可能以后不会回去了。小师爷想我的话，记得经常来南京看我。负心汉。快跟我弟去把契约签了，顺便试试官服，就等你了。
一会儿我还要单独面试你们。还有面试啊？我还以为自己已经被内定了，肚子都饿了。等等，弟，怎么？不是，我是说令弟在哪儿？我在这儿呀。这也能认错？你是笨蛋吗？哎，什么？难道您一直以为在下是，在下其实是？他是男子。不错不错，这样足可代表我们六扇门的门面。唐烨这身显得浩气逼人，苏晓穿着颇有灵气。至于明妃珍，衣服挺合身的，明明下摆都已经拖到地上了。行了，没这么多新衣服，你先穿这个。我不是咱六扇门的门面吗？好了，言归正传，你们3个之后就是同僚了，重新自我介绍吧，也让你们互相了解一下彼此。自我介绍，万一把那个说出来就坏了，跟着别人的答案瞎编就没事了吧？就从苏晓开始吧。我叫苏晓，苏州的苏，知晓的晓，字小寒，南京人，今年16岁，刀法是家传的。我的志向是把苏家的刀法发扬光大。果然是个涉世未深的傻孩子，上司哪想听你说这些？小寒，你原来从小就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所以才想入六扇门光耀门楣，对吧？六扇门，我就是来试试手气的。传说中的猪队友啊，他的答案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只能看唐烨。唐烨，字燕陵，今年18岁，燕京人士。进六扇门并不是想做捕快，而是为了杀一个人。大哥，你作死手法高干啊，和苏晓的智商比起来，真是不遑多让啊。你果然是为了报仇才来的。我在监考的时候就认出你是明镜剑手唐暖的儿子，看来你还是没从当年梅香里惨案的阴影中走出来。我进六扇门是为了能看过去的卷宗，查清梅香里血案的真相。不手刃敌人，我是不会罢休的。我不喜欢说谎，副总督若是觉得不应留我，在下可以现在离去。说的什么话？我们六扇门是干什么的？查清天下间的冤案，还百姓一个朗朗青天，就是我们的分内事。本官岂会因此逐你？燕陵不要想太多，就在六扇门好好待着吧。什么时候到我啊？好饿啊！酱肘子、炸春卷、大梨子。明妃珍，什么？开饭了？到你介绍了。明妃珍，28岁，南京人士，大罗山第27代弟子，志向是忠君爱国，报效朝廷，坚决做副总督的好下属。明妃珍，你太棒了，这答案简直无懈可击。你跟名震江湖的追月剑侠连追月一个辈分，连追月是名列黑白剑的17蛟龙之一，跟他同辈的大罗山弟子也都是少有的高手。完蛋了，居然把实话说出来了！什么？我的小六师弟已经这么有名了吗？那个，沈大人，其实是这样的。怎么这辈出了你这么个？哎，可惜了。不过这个人脉还是挺有用的，可以记下来。你武功这么差，以后多找你的师兄弟们帮帮忙，教几手功夫防身。对，沈大人说的是。还好这沈大人也不怎么机灵。好了，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你们可以先回去休息了。明日卯时来堂前集合，我有任务吩咐。是，大人。又是有惊无险的一天。明妃珍，你留下。高兴早了。老大，您留我下来什么事儿啊？您看这月黑风高的，孤男寡女待太久，怕是要惹人口舌的。赶紧放我走吧，再说下去就露馅了。有些事不方便当着苏晓和唐烨的面讲，我长话短说。不方便当着他们的面说？难道……哎，我懂了，这大概就是长得帅的人必经的结束。明天的任务恐怕牵扯复杂，
苏小唐叶他们处事又不太圆滑，你作为大哥，记得要多照顾他们。虽然飞珍你没什么长处，但在江湖阅历和人生经验上，还是很值得他们两个学习的。为什么觉得沈大人你并不是在夸我？保证不辱使命。没别的话，我就先回房了。别急呀，公事讲完了，还有私事呢。私事？你刚刚的视线是不是往不该看的地方看过去了？我没有。还狡辩，断子绝孙脚！纷扰的往事会随明妃镇进入六扇门而烟消云散吗？或是新一轮麻烦的开始？唐大哥，你怎么起这么早？我刚起就看见你往回走了。练功的习惯而已。明兄呢？睡着呢吧？我出门的时候还听见他在打呼噜。这怎么行？沈大人还等着我们点卯呢。我去叫他。明兄。明兄，该起了。小翠姑娘别调皮。小翠是谁？你要先对出诗来，我才起。诗？何事长向别时圆？你接下一句。这诗哪来的下句？别胡闹，赶紧起来！别拉我！别拉我！明明就有下句。何事长向别时圆？我会天马流星拳。谁呀？我。都怪你，都怪你！我们要迟到了。只能怪你们没早叫我。你还有理了？明明就是你的错。行，既然各有各的理，我们就此分手。走了。你等等我呀！明妃珍，亏我昨晚为你重任，结果今天点卯你就敢带着他们迟到，当老娘死的吗？老大，不是我要迟到，是苏小这小子年龄小，容易激动，昨天一直兴奋的睡不着觉，今天又叫不起来，我浇了3遍凉水才把他轰下床的。有这种事儿？沈大人，对不起，早上都是因为……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念你初犯，但不许有下次了。你以后多和飞珍学学。啊？唐叶呢？唐叶他可能沉迷练功，忘了时辰。罢了，任务紧急，等不得。你们一会儿把我说的转述给他便是。好的，沈老大。你们算是运气好，刚入职就遇上了100年难遇的悬案。如果此案得破，必然名列神级榜，甚至加官进爵，名扬四海。也怪桃花村地方衙门愚昧，把案件归为污秽作乱，压到现在才上报。我还巴不得大家都不认得我，果然还是众命推脱的好。沈大人，这是我们重振名声的第一案，谁要胆敢暗中推诿，就给老娘滚出六扇门。你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副总督说的对，我坚决拥护副总督的决定。和外攘魔教的麒麟卫、内肃林党的君王侧不同，六扇门的职责就是替天行道，铲除所有污秽之事，保护一方百姓。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哼哼，明妃珍。老大，我听明白了。小啊，咱有没有落东西啊？没有吧，令牌、衣服都带了。那就奇怪了。哎妈，都穗儿勾住腰带了。咦，怎么了，明大哥？我要去茅厕。小啊，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别这样盯着，能不能转过去？哦。啊！那边好像有情况。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我去看看。
一群黑衣人围住了一个樵夫，没想到会中我们的埋伏吧？切！大胆山贼，休得猖狂！谁？六扇门苏小，在此替天行道。啊！糟糕，这目标接近会逃走了！都怪你们！该死的六扇门，三番五次的来找麻烦。大胆贼人竟敢袭击朝廷官员！看刀！糟糕，挂住了。看来不给你留点疤是不会长记性了。呀！鲁德，六扇门的狗崽子！别过来！明大哥，救我！什么声音？六扇门的人果然都是废物，姑且给你留个小疤长长记性好了。什么鬼？闭嘴！刚刚是谁说要保护我来着？这个味道，苏小，你是不是擦粉了？又香又嫩，真像个姑娘。麒麟卫，这群人是麒麟卫的。虽说麒麟卫不爽六扇门人尽皆知，但这么大老远的追过来打人就很稀奇了。所幸明爷我刚刚身手矫健，没被人看到真容，不然……谁在后面？唐烨！哎呀，这里咋躺了这么多人呢？发生什么事了？哎，苏小怎么也晕了？烟花兄，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带苏小去医治吧。这孩子本来脑子就不好，这一受伤，说不定就脑瘫了。他们是你打倒的，我看见了。我说烟花兄，我叫燕灵。明兄，你武功不低，为何要瞒着大家？你进六扇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谋财，是抱怨，还是有更不可告人的目的？哎，罢了，江湖中人谁没有点秘密？你不愿说，我也不逼你。还是烟花兄你明事理。但是你要和我打一架。你这转折未免也太生硬了吧！5年前我使之报杀父之仇，到处拜访名师，勤于练武，每日不辍。如今我自问武功已不下于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但你今早却击败了我。这个场子我必须找回来。喂，烟花兄你怎么这么记仇啊？而且我压根不记得有这回事啊！既然你都觉得我更强了，那还打什么？谁说你比我强了？今早我未曾防备，让你乱拳打死老师傅。现在我们公平单挑，你却未必是我的对手。如果我不答应和你打呢？如果你不跟我打，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副总督。行嘞，找死也成全你。明哥专治各种不服，别的我无所谓，唯独这六扇门，我是一定不会离开的。那你先把苏小放下，以免误伤。放心吧，伤不着。你……那好。当年师傅曾说要教我逆心采花掌，一巴掌呼下去，保证人不记得3天内发生的事。只可惜我当时年幼无知，坚持不学这种歪门左道的邪门功夫。不过，也不知道这偶然看过一次的掌法能不能用对。您这是？哇，爷，你们刚来就遇上山贼了，运气有点背啊！可不是嘛，我赶来的时候，山贼虽已被打败，但同僚们都……到了衙门，您几位就能好好休息了。咱老爷等各位多时了。哎爷，那些山贼不用捆回来吗？没事的，他们已经发誓改过自新了。这就是昨天新发现的尸体，和之前的尸体一样，没有外伤，
没有中毒现象，也没有挣扎痕迹，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所以说，百姓才会说是有妖怪啊！妖怪！你看你把人家冠爷吓的。哎，他们脖子上怎么有个红点儿？蚊子叮的吗？这恐怕是戾气所致，他们可能是被利器一下刺穿了喉咙，然后窒息死亡。凶案现场有遗落类似凶器的物件吗？凶器好像是没有。哦，对了，案发现场有一些奇怪的竹叶，我刚刚忘记拿给您了，是翠底红尖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红叶。啊，难道是南蛮带进来的新鲜玩意儿？这是魔教族里是蓝军竹控的标志，蓝军竹。蓝军竹控，如有人真是你们所杀，我定亲手将你们抹杀。这竹叶是蓝军竹控。烂竹筒？什么烂竹筒？蓝军竹控是魔教暗月宗排行第4的堂口，传闻他们仅凭一个教徒即可一夜屠村。这翠底红尖的竹叶就是他们的标志，死者颈部的伤痕也和蓝军竹控的无人无我剑法造成的伤痕颇为相似。你的意思是，人都是他们杀的？单凭几片竹叶和伤口，还无法确定凶手。而且，4年前，魔教和正道在无法无天崖上爆发了一场恶战，教主西门吹灯和总坛萨神尊双双战死。自此之后，魔教就分崩离析，在中原销声匿迹了。大人，抓到一个可疑人。有村民说，看到他昨晚从命案的宅子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查聘，君王侧查元之子。查元死后，查聘挥霍无度，家道中落，故人称扎匹。哎呀，这位大哥有话好说呀，靠着我算怎么回事？你有啥问题就问呗，客气什么呀？小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堂下查聘，案发当晚你为何去到那家宅院中，又为何鬼鬼祟祟地跑出来？那本来就是我家，许久没有回去，我想去一趟，怎么了？哪知里面死了人。哎呀，这我还想问嘞，难不成你们怀疑人都是我杀的？我老头当年可是君王侧的人，你们敢冤枉我，就不怕啊？突然下跪认怂。下盘不稳，但也有可能是装的。腹部肌肉无力，腕力极弱。羊癫疯，看来不是他。有意思，知汝乃是道中人，劝汝莫挡5000道。若汝一意孤行之，定当惨死关中坳。大胆扎皮，装疯卖傻！来人，先把他带下去，押入牢中。老爷，有话好说啊！慢着，把扎皮放了吧。一看他就不是那种会犯事的人。哎，还是这位爷英明啊！是风还是雨？推开门便知一二。说，你把账本藏哪儿了？不说，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我倒是有问题想问你们呢。等等，这难道是酱肘子？糟糕，是心碎的声音。小弟给你们供上了啊，晚上可别来找我。那宅子，我住了20来年都安然无恙。说到底还是你们运气太差。谁呀？别杀我！租你们宅子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有仇家找来呀。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仇家？我好心租你们宅子，你们却连白酒都不叫我，看不起你茶爷是不是？这什么东西啊？
你们什么人啊？随随便便闯进，动手！搜，把东西找出来。上头有令，查袁家的人一个不留。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没想到我老头这种老实巴交的人，居然也有仇家，果然人不可貌相。哎呀，可怜了那如意楼的刘大厨，一家子当了替死鬼。什么楼的刘大厨？哎，如意楼的刘大厨啊，做酱肘子一绝的那位。原来我吃不上酱肘子，就是因为他们啊。我还有问题要问呢，时间有限，你们可要长话短说。宰了他！非要比我这遵纪守法的良民出手。百鸟朝凤！百鸟朝凤，没想到居然是华山派啊！5、6、7，不行，我要进去帮明大哥。明兄让我们数到10再进去，数到10就没命了。小花贤弟，你站住！哎，别留我一个人呐！他们原来这么弱，你怎么不给我留一个？明兄，这些人果真是蓝军逐空？完全不是啊，不过是些略懂魔教武功皮毛的华山派罢了。那他们为什么要伪装成魔教，又为什么要杀扎家的人呢？现在他们也都昏过去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线索又断了。这还不简单？问他。这是我老头临死前托付给我的，说要是我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拿这盒子进宫找皇上。没想到这玩意儿能引出这么大的麻烦，这上面到底写着什么呀？里面记载了朝廷某人6年前到去年为止合共5年收受贿赂的详细记载。哇，天大发现呐！我爹竟然还有这种大秘密，留给他儿子发财。是谁？是谁？那人是谁啊？当今皇后的儿子，成王。这朗朗的晴天，像是要下雨了啊！我们得连夜回南京禀报副总督。那我怎么办？你回地方衙门里待着吧，那里可安全了。鹬蚌相争，我渔翁得利也。成王。林飞珍，就你会惹事，什么不好管，偏找了个天大的麻烦回来。山老大，你怎么就知道这个山芋是我捡回来的呢？难道不是你？算了，惹了就惹了吧，反正成王那家伙我早就看不顺眼了。我一会儿把账本给总督，让他明天上朝的时候告成王一状，叫这个狗头王知道收敛收敛。大事不好了，姐！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大事不好！成王他们找上门来了，指明要见总督大人。我们才拿到账簿，他就找上来。那些假扮魔教的华山弟子是谁派的，也就呼之欲出了。他来的正好，我们把他捆了，去见皇上吧。小孩不要轻举妄动，不如我们先把账簿藏起来，看看成王的反应再做回应。这是居中之策，应付寻常对手可以，成王则有些不足。狂，你过来。这恐怕……别怕，照我说的去办。宋总督，人要识时务。成王殿下，本官实在是不知。如果今天不把人给本王交出来，别以为本王不敢动6扇门。
殿下说的未免过于无稽。六扇门与成王府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下官怎会藏匿偷走殿下账本的小偷？宋欧呀，宋欧，没想到你当总督后威风了不少。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条件？殿下意思，下官并不明白。这成王也是鸡同鸭领奖，这账本才刚到手，宋总督哪知道这回事儿？不识好歹！看来你选择放弃这个机会，那就休怪本王不给面子了。老大，你别急啊，我都看不见东西了。动手！好你个宋欧，还说不知此情，那人手里的是什么？我与成王殿下堂内谈话，你们如此成何体统？再者，明妃珍，你手里的可是殿下被窃之物？是不是成王殿下的东西？念一念内容不就知道了？元圣29年8月初10，收山西榆门54000两；8月13，收燕京杜氏12万两。不知这是不是成王殿下要的东西呢？左右，把他拿下！宁大哥，放肆！竟然敢动我们六扇门的人，老娘看你们是活腻了！你们谁还敢动下试试？老子今天就是要动，给我上！把账本给我抢回来！有贾掌门在，先把那个账本抢回来要紧。等你们好久了，在这院子里找个人有这么难吗？竟然还能安然无恙，有两下子。交出账本，我可以引荐你拜入大人的麾下。但是六扇门待遇好得紧呐，有肘子，有银子，还有美人儿。成王殿下能和美人相比？那就账本和命一起交吧。总督大人，我劝你在此停步，否则……哼，开什么玩笑！砍刀！哈！好快！石大人小心！殿下，这里是六扇门，你莫要欺人太。对，本王今天不仅仅要欺人，更是要欺人太甚。宋欧，账本的事儿，本王劝你不要插手，待本王手下把那小兄弟带回，你把事由全推给他。账本和人，本王一并带走。这件事烟消云散，且当没有发生过，你自然可保得住六扇门。本王给过你机会，但你没有珍惜。总督大人莫怪，莫怪呀！还不叫你的手下停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大胆小儿，放开殿下！苏小，你大爷的在干嘛？无法无天！你们如此要挟本王，本王要上报于父皇，让他知道六扇门的人都是怎样的乱七八糟，你们全都跑不了。是吗？殿下要上报皇上？皇上驾到！父皇，父皇，儿臣在这里，儿臣被这恶女人挟持了。你说谁是女人？大胆，在皇上面前还敢舞刀弄枪，你要造反不成？皇上，请恕那个，请恕我的不敬之罪。这家伙，成王殿下，他太过分了，带人冲击衙门，我怕放了他，他会溜走啊！荒唐！朕的面前岂容人如此放肆？还不放人？还给你脸了啊！父皇叫你放人，你还不快着点儿？至于找你麻烦，咱们这个梁子那是……
啊，手滑了。你不用捡了。父皇，我是不是要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念念这东西？你现在回家，给我滚！儿臣知罪，这就回府禁足，绝不出户，尽思己过。云峰，我们走。沈依然，你多番邀朕来视察，就是来看这种笑话的，还是说你们想看的是朕的笑话？禀皇上，我们只是……禀皇上，臣实不知成王殿下今日会来，而且成王殿下被窃之物也只是我等无意所得，一切纯属偶然。即便成儿有过在先，但挟持王爷，六扇门现今还真是青出于蓝。沈依然，邀朕前来的是你，让朕看到这些的也是你，那你给朕说说，你有何居心？其他人退下吧。是。臣管教属下不严，致令皇室尊严受损，请皇上治罪。你这丫头，行了，朕还能真怪罪你不成？依然，这里没有外人，朕就对你说一句心里话。为了惩罚当年燕13的罪过，六扇门这几年是朕有意冷落的，但你这几年来的努力，朕都看在眼里。你变卖家产，用来贴补六扇门招聘之用，甚至不惜用自己做筹码与宋家联姻，就为了扩大六扇门的影响力，你这是何苦来有？皇上见笑了，臣的父母皆为六扇门鞠躬尽瘁，扩大六扇门是臣的毕生梦想。相比先父先母，臣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沈君当年与朕情谊更甚于同胞兄弟，更多次有恩于朕，朕全都记得。他逝世的时候，朕答应过他，对你多加照看。你如今和你弟弟过得这么辛苦，朕愧对故人呐。臣不敢挟故恩，要挟皇上做不公正的事。但时至今日，六扇门能够位列神级榜的高手已不足10人，这是天大的过错。只是臣觉得六扇门需要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重复当年六扇神级榜之荣，为皇上效力。依然，你可知道，昨日麒麟卫大统领献上一个折子，要朕把六扇神级榜改名为麒麟神级榜。朕当时还是压了下去。六扇门多年来为朝廷贡献良多，不能因为这几年的表现和燕13一个人的错而抹杀了。可朕能压住一时，却压不住太久。六扇神级榜里囊括我朝廷体制内武功最强的前100名高手，原本六扇门、君王侧、麒麟卫各有空场，现在麒麟卫占了超过60人，君王侧也一直有20余人上榜。你六扇门的情况，你最清楚了。况且，麒麟卫他们为了稳定武林，这数年间实是殚精竭虑，不敢有一日怠情。他们不求赏赐，只是求朕赐他们一个名头。依然，你是沈二弟的女儿，跟朕亲女无异，你又跟朕的女儿们感情甚笃，朕想封你为公主。六扇门的事，你交给其他人吧。你一个女孩子，终究不适合的。臣只求一个公平的机会。沈依然，你当知道，六扇门要起来，麒麟卫和君王侧的资源必然受影响。饼就这么大，多一个人吃，自然有别人挡着，而挡住你去路的人，绝不简单。臣知道。六扇门沉寂的这几年，麒麟卫大肆扩张，在武林中隐然有独霸一方的气势和实力。江湖交给他们替朕看着，朕放心。
君王侧表面没做什么，但他们暗中调查朝臣密案，又近身保护朕，为社稷民生也做了不少大事。这样的一对功臣，他们若要与你为难，朕是不能替你说话的。是侄女，前路刀山火海呀。臣要扩大六扇门，自然就做好了准备，应对任何挑战。种种的苦果，臣自当一力承担。前路是火海，臣无惧烈火焚烧；前路是刀山，这千刀万刀，臣一个人来挨。沈家有女如此，二弟不负生平。既然如此，御前比武将会重新决定六扇神机榜上高手的排名。这个机会，朕许给你，就是许给你，谁也破坏不了。臣谢主隆恩。正事聊完了，你不陪朕走走？成儿那事儿不打紧，朕会叫他闭嘴，他不敢找你们麻烦。不过那苏小倒是耿直可爱，有你小时候的几分影子。皇上，小寒是男生。没想到长得如沈狂那般妖孽的人，此间还有第二个。看来伊人你此次吸纳新人收获不少啊。他就是刚才那个掉账本的青年，他叫明飞真，这次的案子就是他破的。他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喜欢捣乱。他才刚进六扇门，很多规矩都不熟悉，常闹笑话。但他虽然平时乱七八糟的，对于江湖异闻倒是熟悉得很，人也有几分机灵。那小子何止是机灵，简直是鬼灵精。他知道，要是直接把账簿递给朕，必然得罪成王，六扇门将成为众矢之的，就选择这种迂回的方式，既把账簿不引人注意的交上来，又平息了骚动。不过，明飞真这名字耳熟啊，好像在哪里听过。皇上，也许只是记错了吧。成王贪污案之后，过了数日，虽说这件惨案是因为成王导致，但桃花村死人的事情是早就存在的。那真相又是什么？仅仅是追查账本，有必要大费周章，假扮成蓝军竹空这样声名显赫的魔教子弟吗？此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还得去桃花村看看。林大哥，你怎么还在看桃花村命案记录啊？不是早就结案了吗？快来，给你看样好东西。六扇神机榜是副总督大人给我们的，说是六扇门、麒麟卫以及君王侧重立下功劳或者武艺高超的武士，都会被列入六扇神机榜，是衡量部门强弱的重要榜单。林大哥，你看，我第240名啊！别高兴得太早，这玩意儿我听说过。六扇神机榜的名榜，一共只选朝廷内前100名举足轻重的武士，20名之前涉嫌打架，20名之后到100名，则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100名往后都是暗榜，来这玩的。沈大人说，能上暗榜，最起码也说明我们是有点名气的高手了。再说了，明大哥你自己不也是才400名吗？比我还差劲。唐叶排220名，苏小排240名，我还真的只有400名啊！明大哥，以后我罩你。还有，为了庆祝我们进入六扇神机榜，沈大人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就让我和唐叶请你喝酒吧。请客？那我要喝个痛快。那当然，不醉不归。唉，这才是第一口，这样也省事儿，我不用再用刻意灌醉的方式来避开他。客官，朕酒钱。小二，稍安勿躁，钱我已经替他们给了。好嘞。人家在为你担心，你却玩得乐不思蜀，负心汉。
茶园茶大鳄刚死的时候，我就来此处调查过，可什么都没找到。我还以为此事已经难以再寻得蛛丝马迹，没想到被六扇门一搅，线索又回归到了这里。一个乞丐，铁大哥，恐防有诈。我去找他说话，你在此等候。杀气！来者何人？为何要袭击我？天灵灵，地灵灵，好心人施舍个发财钱呐！蓝军、主空，那个江湖上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暗势力，神话传说般存在的邪恶教派，他们行事诡异，捉摸不透，旗下的一兵一卒也都是鬼神般的武林高手。曾几何时，武林因他们而腥风血雨，各门各派对其无不闻风丧胆。而其教中神尊，据说总是戴着一张恶煞模样的面具。这传说一般的人物，却在几年前销声匿迹。自神月教大乱，整个蓝军逐空，也本应该溃为无形才对。为什么却会出现在此处？不妙了，实力悬殊实在太大，我们这回恐怕……叶落，快逃！由我来掩护你，赶快！叶落，很遗憾，你的同伴已被小生击败。居然妄想从我们手上逃走，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你这虫子！叶落，我要和你拼了！可怜的虫子，这就是你拼死的一击，简直和3岁小孩的力道差不多。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成年人的力道——怒目金刚拳！哦，居然是老哥的独门武艺怒目金刚拳，你就不怕这家伙粉身碎骨吗？所以我才用3成功力啊。不过这小子居然用13太保横炼护体，让他保住了小命，稍微让我有小小的意外呢。但是又有什么意义？骨头和经脉都已经70、8岁，像这样变成个瘫痪的废人，又是何苦？留他一命也好，那么接下来如何处理？这个女人……哦，小生并未取她性命，只是封了她的穴道而已。那正好，这女人的话，就让她陪我玩几天吧。慢，万万不可！这是违背教规，此等伤天害理的事情怎可做得？田文勋这又是何必呢？难得兄弟伙有兴致，管他无聊的教规作甚？此雅若是执迷不悟，休怪小生翻脸。哈！你若想动他，先问小生的剑答不答应？田文兄啊，你不会忘了吧？我的玄阴蛇形手可是远在你的回风剑法之上的，封住你的穴道，让你乖乖站在这儿看着我们吧。快住手！田文兄，不要怪兄弟我没劝过你呀。反正……喂，真是见鬼了！啊？怎么了？那个女人竟然就这么消失了！快看那边，那个半死不活的男人也不见了，逃掉了。不可能，以他们的情况，能挪出半步就算不错了。我既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奇怪的家伙，你又是什么人？姑且算是个过路人。路过哪儿不好，却非要往修罗场里跳。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地，送死的家伙一个接一个。不过不得不说，刚才你搬他们离开时，气息隐藏得很好，看来你比他们俩要强一点点。你不是过路吗？下来呀！
爷爷带你上路。没用的，看你往哪儿躲！10成功力，怒目金刚拳。我的手不见了。留你一只手的话，这样你就能用地上的刀自裁了，也算没破了规矩。规矩？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何方神圣？伴随着一阵恐怖的气息，老哥的手就被切断了，我居然完全没看清怎么回事。刚才的瞬间，好像看到一些若隐若现的红色丝线，这功夫时，还有这个男人说话的腔调，难道？哼，虽然你功夫了得，但是想吓到我们蓝军主空的人，门儿都没有。少和他废话，哥们儿一起上，做掉他！我的脚，这到底什么古怪武功？好邪门的武功！眼前这个人的武艺强你们俩100万倍，而且能将真气化为利刃般的无形丝线之功。这世上仅此一门，那便是春风夜雨神功。这什么？天文，你开什么玩笑？绝不可能！那神功除了我教的散神尊之外，恐怕世上会使得找不到第3个。那可是绝世的神功。说的没错，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正是我教的散神尊。虽然神尊总是戴着面具，但是声音你们却辨认不出吗？不愧是田文，洞察力还是这么敏锐，不愧江湖上称你火眼金睛。属下不敢当，若非属下被这2个畜生封住穴道，必跪地迎接。神尊大人，属小人有眼无珠，刚才冒犯神尊，其实罢了。我且问你，教规第7条，你可曾记得？教规第7条，滥杀无辜或作奸犯科，一律5马分尸；滥杀无辜或作奸犯科未遂者，一律自行了断。自行了断的话，就算洗清了你们的罪过。你们自己动手吧。虽然大家都畏惧你，散神尊，但是我却不会和那群没种的垃圾一样。现在我学得了绝世奇功，你已经不是老子的对手了。这是毛发变色，体生鳞片，原来是玄阴蛇毒体。施展此功，除了提升体能和听觉之外，更是会全身皮肤带有剧毒，毒性奇猛，接触者死。但施展此术会减寿10年，看来你是打算拼命。住手！不可以下犯上！玄阴蛇遁地！其实散神尊你的春风夜雨大法再厉害，也无法攻击遁地的我。然而我靠听觉就能找到你的位置，只要出其不意，就能钻出地面取你性命。在那！不，这只是声东击西，本体在后面。笨蛋，你中计了！被我的充满剧毒的蛇阴玄行手刺进太阳穴，就算你是大罗金仙也难逃一死。这些，给你个痛快死的机会，你却不领情。你已经中了春风夜雨神功的第70，润物细无声，这就是你不领情的下场。什么？田文啊，轮到你了。田文田堂主，枉你平日为人正直，恪守教规，却不料你放任下属为非作歹。你忘了我曾经说过，即使教团散了，弟子们仍不可肆意妄为。好在我及时赶来，险些就让你们污秽了我教教名。田文，你可知罪？
属下知罪。属下也是被他们用假消息唬骗而来，万不知会如此。事已至此，属下深知罪不可赦，已不奢求苟且偷生于世。我已经帮你解开了穴道，顺便废了你的武功。你一起带着妻儿老小离开这里，平平淡淡的过完下辈子吧。从此，勿要再与江湖之事有半分瓜葛。你跟他们不同，我不会滥杀无辜之人。你走吧。谢神尊大人，谢神尊大人，谢神尊大人。铁大哥，你醒了。叶落，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不还在和蓝军逐空苦战吗？这个我也是醒来时才发现我们被带到了这里，伤口也被涂药，并且包扎过了，才捡回一条命来。哎，不仅大哥的死因没查出头绪，还不料遇到蓝军逐空，幸好有惊无险。不过，我们如何脱险的？莫不是被高人出手相救？看来与你推测的一样，我醒来的瞬间，刚好只看到一个远去的模糊背影。果然，哎，可惜英雄不留名，这救命之恩却不知向谁报，惭愧啊！本来还为了我刚才的秘密外出行动编好了一堆理由，结果回来却发现，这俩昏睡到现在啊！还得自己掏银子给他们备教才行。可恶，这笔账我记下了。让开！客官，行行好，能别在这生事吗？滚开！小心连你一块儿打！哼，果然消息不假，六扇门的这几个在这里。实不相瞒，我们是成王的人来寻仇的，今儿个来也不为难你们，也就断你们手腿，给王爷出个气。你们那个最厉害的唐爷，现在也醉得不省人事了，看你们这次还能怎么折腾？怎么，你想一个人和我们20个人打吗？呵呵，不能放我们一马吗？不能。切，这么没有商量余地的吗？真麻烦，被人知道我一个人打倒这几十号人，那我想不被注目都难。可恶的唐爷，偏偏这个时候起不了作用。我一个人逃走倒也简单，但是这样，这2位昏睡的仁兄恐怕凶多吉少。怎么我明妃真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只好用那个办法了。给我动手！哎呀，沈大人，你怎么来了？什么？看现在，这些花生米，在这20多人回过神之前，全部将其击灭。完美，这样子就没人知道是谁攻击他们了。果然啊，明兄果然是一直隐藏着高强武艺的高人的，竟然可以用脆弱的花生米瞬间击倒这么多的敌手。唐爷，你这家伙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就在那群家伙进来之前，毕竟行走江湖之人，不可能因为醉酒而感觉不到杀气和危险。当然也有些人例外。难怪之前发生的事情之中有很多蹊跷，果然明秋在暗处没少用花招吧？那接下来，堂兄打算如何？揭发我的真实实力，还是说打算装作不知道这一切？都不是。那你想怎么？遇到真正的高手，是应该踊跃的与之一战吧？看到高手就要上去打一架？喂，你是小孩子吗？堂兄，你清醒一点。不行，这小子根本没在听。唐烨这样的遇到强者便一战的性格，并不是因为任性的好强斗狠，而这其中是有一段渊源的。他们唐家一族自古就是以武学闻名于江湖，其中唐烨的父亲唐鸾武功最高，所以他的独生子自然就成了全家族瞩目的芽苗。不负众望的是，唐烨果真是习武天才，
7岁时就能徒手打败成年人熊。但是对待此事，他的父亲却这么说：马马虎虎吧。为了唐家的荣耀而更加用功，从而进行了更为残酷的修行。几年后，唐烨成了名副其实的武学高手。但是因为那件事，唐烨的道路被彻底改变了，那就是梅乡里血案。包括唐烨父亲在内的几百人在梅乡里集会时全部遇害。整个血案的唯一幸存者是个男童，而据他所说，屠杀全镇几百人的凶手竟然只有1人，因为戴着奇怪的面具，所以看不到真容。杀父之仇，不可不报。整个案件扑朔迷离，尽管朝廷和江湖人士都全力调查过此事，但都一无所获。但他明白，凶手若真如男童所说，那定是世外高人。于是他只能一边查案，一边找强大的高手比武，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极限，以迎接手刃真凶的那一天。我不想强迫明兄，但是明兄这次务必全力以赴，不然我就把你隐藏实力的事说出去。这确实不是强迫，这根本就是威胁呀！哦，血阳真气，这个唐烨居然还会这招，有点意思。明明打中了他，却有种一粒沙投入了汪洋大海的恐怖空虚感。明飞真，你到底……堂兄，轮到我了。这次我别晕过去了。得听个手。出人命了！我要报官了！啊，我们只是喝多了，想一起跳个舞。那群人只是不胜酒力，全醉倒了而已啦，不用报官，我们就是朝廷的人啊。不信你去试试脉搏了。堂兄，我们也该打道回府了。要么比试就到此为止吧，就算我输给堂兄了。林飞真，平时装作学艺不精，真实实力却远超我唐某。在我赶上你的实力之前，我会不断的挑战你，不然我就把今天明兄的事说出去。我知道你是为了报仇而想变得更强的，比起这些，那个凶手的身份不是还完全没有头绪吗？当然有，现在我心中有个想调查的嫌疑人，蓝军逐空的散神尊。没听说过的名字呢，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不然明天沈大人又要发怒了。县衙已经通报过我了，你们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真是对你们太失望了。啊！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打得狠一点呢？好歹打个半死，断个手脚什么的吧，打得那么轻，躺半天就痊愈了。现在麒麟卫和成王那边都拼命找我们的茬，不给他们点苦头的话，我们反倒麻烦。唐烨还好，明飞真和苏晓可要小心，这种寻衅滋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等等，我有个问题，你们到底一直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不明白？你们不要摆出一副不爱吃账的表情，快说昨天晚上怎么了？小孩子还是不知道的好。什么？这么说显得太糟糕了吧？喂，我说你们要吵出去吵。唉，那个明大哥真是的，每次晨练都叫不起来他，这样下去功夫会荒废掉的。唐大哥好歹也念叨他几句啊。说起来，每次下班后想找你们俩喝酒，但是总是找不到人。你和明大哥到底跑去干嘛了？神神秘秘的。饿个鬼了！你们俩不会偷偷的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前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喂，想故意岔开话题吗？哇，真的，大清早围了这么多人。既然如此，本大爷就不得不去凑热闹。不对，是一探究竟。让开，让我看看，我
我是六扇门的人，你们让让！哦，六扇门的唐烨，真是冤家路窄。成王的人，要打架就打，我唐某很不喜欢拐弯抹角。不巧，今天我们可没空搭理你们。刚收到消息，我们专程过来查个连环杀人案。杀人案？你是说人群围着的那里吗？但是调查凶杀案不是你们成王府的工作吧？本来死几个村民是和我们无关，但是就在前天，我们成王府也有高手被暗杀了。不止如此，这段时间之内，包括麒麟卫、君王侧和各机关都有高手屡屡被暗杀。算上今天这个倒霉鬼，已经死了10人了。也真是巧了，偏偏暗杀者要挑在御前比武大会准备期的日子行凶，就好像是故意要把竞争对手暗中排除掉一样。说起来，你们六扇门好像一个都没死吧？莫非说是你们干的？说什么？我属下几句戏言而已，你又何必动怒呢？我等还有正事要办，也就不与你纠缠了。失陪了，六扇门的家伙们。朕已经听说了，今天又有朝廷武士被暗杀，六扇神机榜上已有10人遇害。你们到底查出是何人所为了没有？问你们话了，都哑巴了！回禀皇上，据初步调查，嫌疑人很可能是沙莲。既然有嫌犯，为何不去拿人？回禀皇上，这沙莲可不容易逮住啊！沙莲乃是从前朝就存在的神秘暗杀组织，平时党徒都以平民的身份伪装，而且皆为高手，神出鬼没，短时间内恐怕难以肃清啊！朕明白，剿灭沙莲是个长期的活，但影响了御前比武大会怎么办？臣以为不如先灭沙莲，御前比武大会之事可以暂缓些许时日。是啊，臣附议。是啊，还是暂缓御前比武大会吧。一派胡言！我浩荡皇威，岂能向恶党低头？若向这些贼人示弱，百姓还觉得朕靠得住吗？觉得你们满朝文武靠得住吗？皇上息怒。御前比武大会召开不误，3、4全力齐查沙莲团伙，不得有误。哼，你又迟到了，明妃珍。抱歉，这次不敢了。不要一边吃饼子一边和我说话。皇上以下圣旨，命3司齐查沙莲的案件。作为六扇门的新锐，你们也得努力做出一些小贡献才行。沙莲好像很可怕的样子。都说让你别吃了。早上我就和唐烨知道这件事了。不愧是我。你们两个为御前比武大会做准备之余，得多加小心。特别是最近外出，不留神的话，很可能会死。会死？你是说，我们也会成为被暗杀目标？不，因为我们六扇门一直没有受害者，所以有谣言声传，暗杀者是六扇门的人。加上之前的怨恨，麒麟卫和君王侧的人会私下把账全算在我们头上，什么时候对我们下狠手也不奇怪。所以现在出门都得留点神。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赶紧展开调查吧，也是为了澄清我们六扇门的清白。好嘞，接下来我们就去奋力查案吧。等等，我可没说要和你去查案呀。刚才沈大人都让我们注意安全了，我才不要去惹麻烦呢。要去你自己去查吧，我就算死也不会陪你去胡闹的。再见。完事之后我请客，给明大哥3个月份额的酱肘子。我明妃珍为了苏大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么，从哪里开始查呢？去哪里查？
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不如先从麒麟卫的受害者遗体查起。至于遗体，应该还停放在麒麟卫内部。不过现在麒麟卫应该对我们抱有敌意，得想办法混进去才行。哼哼。哦，简直和麒麟卫他们穿着一模一样，好厉害！这到底是哪里搞到的？论随机应变，我明飞真敢称第二，就没人敢自称第一。喂，听说了没？今天朝廷又死了一个。哎呀，这都死了快100来号人了吧？到底谁干的呀？听说行凶的好像是沙莲，但又有说好像是六扇门。老乡，你说六扇门有在朝廷行凶的嫌疑？六扇门不就是朝廷机关吗？哇，大美人儿！六扇门为何会被当成嫌疑对象呢？小女子倒是愿闻其详。姑娘有所不知啊，还不是因为御前比武嘛。御前比武？御前比武啊，表面上是皇上钦点的比武大会，实际上却是朝廷内各个势力的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呀。胜者得到权力，败者只能吃土。那个六扇门衰败已久，多亏了沈大人才渐渐有所起色。虽然如此，在朝廷之中依然毫无地位可言。这御前比武对他们而言，可就成了重中之重。近日朝廷死了那么多武士，却没一个六扇门的人，这不得不让人生疑呀。当然，这也都是流言而已，也有说是传说中的沙莲下的手。原来是这样啊！很好，大门就在眼前，现在要想办法怎么糊弄守卫混进去。哎，苏小，哟，大家辛苦了，我要进去了。请。搞什么鬼？麒麟卫的人都这么玩忽职守的吗？枉费我一片心机。那我也和苏小一样，堂堂正正的走进去算了。哟，辛苦了。站住！你这小子很可疑啊，到底是什么人？你没看到我穿着麒麟卫的着装吗？自己人了，自己人。穿着一样的服装就能混进去吗？你以为我们都是玩忽职守的饭桶？混蛋！那刚才那个人为啥就能直接进去？那么可爱的女孩子，肯定是我们麒麟卫的人，肯定没有假。敢冒充我们麒麟卫的人，还恶言相向，可不能让你跑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门外是何人喧闹？禀报龙大人，刚才有个可疑的，哎，不见了。苏小这小子进来后就没影了。肯定是先进来停尸间了，我也得赶紧进去。非常遗憾，目前的死状看不出什么特别。哼，没用的窝囊废，尸体都快烂没了，你们却什么都查不出来。你们这些仵作，一旦涉及武功致死的范畴，就一点屁用都没有。今天再查不出什么东西的话，在座的所有人都别想出这个门。第一具尸体是中了箭伤，箭伤无毒，但是进箭穿脑而过，发箭的人无论内功手技都很不寻常。第二具尸体是被人用重手法拍在魂门穴，掌力直透肺脏而亡。尸体死法完全不同，凶器各不相同，功夫不同，凶手肯定不止一个人，这就印证了沙莲真凶的猜想。不错嘛，还是有靠谱的内行人啊，不错。那大人，我可以出去了吧？那可不行，得论功行赏。为什么你还戴着口罩，还不摘掉？这个是怕吸入尸体的臭浊之气，才非戴不可的。我让你摘掉就摘掉，哪来那么多废话？是。铁大哥托我来问一下，这边进展如何？你？我知道我很帅了，但姑娘你也不用这样盯着我看吧。怎么了，叶姑娘？对这家伙有什么疑问？糟糕，这个女人不就是我那天晚上清理蓝军逐空败立时顺便救下的那个吗？
莫非不小心被他看到样貌了？这个嘛，总觉得一看到他就有种微妙的感觉，一时说不清理由。我懂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涩感觉，就是一见钟情，就是爱的感觉。这也不怪姑娘你，都怪我长得太帅了，让姑娘你深深的迷恋上，都是我的罪孽呀。你这人倒是自恋的有趣，倒不是什么一见钟情的感觉了。这个话题还是打住吧。好，看来混过去了。在我面前想一笑了之混过去可不行。话说你这家伙好面生呢，好像从来没在麒麟卫见到你一样，可疑。你也是仵作之一，还是邪杀组的人？给我报上名字，对照核查。只好先随便编个名字了。小的名字叫宁大哥，原来你在这里啊！哦，原来停尸房在这里啊！我还找了半天，宁大哥居然先我一步找到了。偏偏这个时候苏小却出现了，完蛋，形势雪上加霜啊！这个名字确实名册上有啊，他是麒麟卫巡查乙组那边的成员。你看，宁大哥，因为最近有成员死亡，所以司府招募了一些像他一样面生的新成员。歪打正着了，这可真是天助我也！那么那位是？他和我一样了，也是刚进麒麟卫没多久的，所以刚才还会迷路啊。死了太多人，让我神经紧张而过于谨慎了吗？算了，还是赶快进入调查的正题吧。刚才那名大哥做出的判断和我不谋而合，这次连环暗杀案，杀连的嫌疑最大。你们君王侧的意见呢？我们君王侧也是这么认为的。刀伤、暗器、长法，虽然致死法五花八门，但招数手段皆出自杀连。而且据尸体的情况来看，这不是杀连的低级成员所为。黑风13翼，英雄所见略同。还记得几年前，君王侧几大高手围剿过其中之一，最终就地处决了那个家伙。但是我们却牺牲了10个顶尖高手，可想而知黑风13翼多难缠。啊，死了一个，那他们不得改名叫黑风12翼了吗？倒不用担心他们改名，据说他们会很快的用更强的杀手填补空缺。杀连，尤其是黑风13翼，最可怕之处是他们不惧死亡。不惧死亡并非他们的可怕之处。根据以往经验来看，他们的讯息之精确，资金之雄厚，都非同小可，必然有国家高层机关在暗中撑腰，比如六扇门。适可而止吧，现在根本没有丝毫证据指向六扇门，你们再这样就是寺院的诽谤了。诽谤？怀疑六扇门就是诽谤？你们可别忘了，燕13当时骑在我们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样子，而我们对六扇门的胡作非为却只能忍气吞声。搞不好黑风13翼现在就窝藏在六扇门，我们怎么可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唉，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愿你还记得你们麒麟卫的职责，请好自为之，在下告辞。武松，你们还愣着干啥？还不快去叫劳役来，也好把尸体归还家属，操办白事。是时候开溜了。这2个人总感觉有种违和感，到底哪里不对劲，但却一时想不起来。司府大人怎么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刚才出去的那2个人是谁？不是司府大人新募集的成员吗？不可能，我可都记得面貌和姓名的，他们绝不是麒麟卫的人。等等，想起来了，他们是六扇门的人，不会有错。竟然又让六扇门这种渣子上门戏弄了一番，奇耻大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趁他们还没走远，假借杀连的名义灭了他们。啊，总算快回六扇门了。刚才真是千钧一发呀！如果刚才被他们识穿我们是六扇门的，可就棘手了。有什么棘手的？他们敢放肆的话，本大爷把他们全部打趴下。是吗？那我倒要领教领教。没想到吧？我们为了拦截你们，可是不少花力气。你们以为戏弄我们一番后，还能轻易溜掉吗？正好，新账旧账可以一起算算了。那个碍事的沈怡人和唐烨都不在，这次没人救得了你们。准备好挨揍了吗？喂，别这么说嘛，毕竟大家都是朝廷官员，要不咱们坐下来喝点茶，心平气和的聊聊，如何？把他们拿下！苏小兄弟，你刚才不是说对面敢放肆，就把他们全部打趴下吗？机会来了！哼，小菜一碟，宁大哥你不要插手，看我的！呀！快！打倒4个，还剩6个。话说你们派来的人有点少啊！打败几个喽啰就口出狂言，我们来会你。麻烦，原来有个苏小解决不了的对手。去你大爷的！别白费功夫了，好好像你另一个同伴一样，乖乖等着我们打多好。你们跪地求饶的话，说不定我们心软也就断你们手脚，留你们一条狗命。休想！喂，依依贤，差不多留一手就好，别真的弄出人命了。糟糕，本来只想教训一下六扇门的人，谁知道依依贤这小子好像真的发飙了。这小子疯起来，我都拦不住。怎么办？这小子怕是真的要被依依贤给杀掉了，这事儿可要闹大了。没办法，看来就算暴露身份也得出手了，不然小东西真的危险了。你大哥快逃！这里交给我。哦，不错的气魄，我真是越来越中意这小东西了。那么该我上了。这石子，好大的力道！谁？飞珍啊，你先前说去了六扇门就能轻松度日，而现在看起来才明白，果然又被飞珍给诓了呢。小师姨，小师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事先……住口！你以为你们是在喝茶时间吗？你这丫头，突然冒出来插手，莫非也是六扇门的人？很抱歉，小女我不喜欢回答无理之人的任何问题。那你就陪他们一块儿去死吧！右手脱臼了，这丫头的功夫，你到底是什么人？刚才说过了，小女拒绝回答无理之人的任何问题。这女的是之前六扇门选拔时的那个大罗山弟子，她的确有些本事，但是现在我该怎么办？如果帮依依贤，很可能搞出人命官司，我也不可能帮六扇门，现在还牵扯了大罗山。哼，无妨，就算我只用左手也能战斗。该死的六扇门，你们少得意！什么时候到我背后的？这丫头！朝廷现在陷入麻烦，你们居然还内讧起来，对付同样是朝廷机关的六扇门，到底是怎样的仇恨才能让你们失去了理智？还不是六扇门之前的总督燕13，仗着他的功夫好，就带着六扇门为所欲为。我们一直被他欺负打压，受尽各种屈辱，这种心情你们怎么可能明白？那可就奇怪了，冤有头债有主，为何不在那时找燕13报仇呢？
偏偏在六扇门失去燕13脆弱无力的时候找上门。而你打心底畏惧着燕13，虽然愤怒，却深知不敌他。你知道自己的窝囊颓废，却不敢承认，久而久之，就把这种怨恨转到六扇门的头上，是这样吧？你的同伴看上去毫无战意，看来他都比你理智得多。切，明明是对自己的憎恨感，却要伪装得堂而皇之，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欺负弱小，发泄自己的那股怨气了，是这样吧？你这个女人，快给老子住口！哼！还要继续吗？可恶！不过很可惜，像你这样自欺欺人的人是无法战胜小女的。奉劝你们还是赶紧让开道路，离开这里。你说什么？够了，依依贤，到此为止吧。这个女人，恐怕功夫在燕13之上，再这么耗下去也毫无意义。今天不如就先罢手。我认输。没关系，来日方长，我们下次再找个六扇门空虚的机会一雪前耻。司府大人啊，你不觉得刚才那个女人说得很对吗？我们的复仇其实只是找个毫不相干的弱小目标发泄而已嘛。别说了，还是先想想怎么和龙大人汇报刚才的情况吧。哦，幸好明姑娘来得及时，不然我一个不小心，搞不好就把他们全给杀了。哼哼。那还用说，苏小大人的实力岂能小觑的？说起来，请客下馆子的事情，大人可别忘了。还有小师爷，也真是的，来南京之前也不提前告诉我。我哪敢啊！我怕打搅了你和沈姑娘的好事呢。喂，又乱说！小师姨偷偷来，不是想给我个惊喜吧？想得美，跟你没关系。我这次来此是为了办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棘手的事情？难不成是大罗山又出什么事了？正是。本来我帮大罗山还清了债务，但是你师父他为了躲债却不知去向，加上你的隐退江湖，现在大罗山群龙无首，内外一片混乱，当务之急得赶紧把你师父找回来才行。这样一说，好像这事儿我也有点责任。冤有头债有主，飞珍被骗去当掌门，也是因师父而起了。前段时间我收到消息说，你师父好像在南京城出现过，我才马上赶来南京搜索他的行踪。关于师父的行踪，我觉得可以多去一些青楼找找。青什么？啊？你让我一个女孩子去逛青楼？这个嘛，那我帮小师姨去找找。啊？你跟我说你要去逛青楼？那个，总之，师父来南京，肯定还有别的什么目的才对。比起这些，你还是多操心下你自己吧。六扇门现在情况也不妙，现在外面很多谣言，说你们为了御前比武而勾结杀联，刚才那群人也是因此趁火打劫吧？没关系，有本大爷在此，坏家伙来多少都没用。飞珍啊，说起来，唉，算了，没什么。那么，我也不打搅你们执行公务了，之后再交换一下信息吧。我就住附近客栈。那小师姨还会在南京待一段时间吧？这得看什么时候找到你师父。万岁！晚上下班后一起去喝酒吧，苏小大爷请客。沈大人有公务出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儿就向我汇报吧。
这个人是谁啊？开什么玩笑！这位可是六扇门的总督宋欧大人，六扇门的最高层啊！你们见上官不下跪就算了，但是居然连上官是谁都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说起来，六扇门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货色。你说谁是货色？那就姑且先向你汇报一下刚才的情况吧。哦，明大哥在这儿啊。唐烨啊。刚才的事情我听说了，你们闯入麒麟卫，结果还发生了冲突，真是可惜，我当时没能赶去帮忙。没事没事，对面都是些菜鸟而已，连明大哥都能解决掉他们。你们居然去惹了麒麟卫，万一得罪了他们，那可就是闯了大祸呀，知道吗？上午的那事情我刚听说，那个废物总督又去赔礼道歉了吗？哼，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姐姐这么说，总督不太好啦。就他，让个乞丐来接替他都比他强。虽然到了约定见面的地方，却见不到君王册的人，莫非我们被放了鸽子？见笑了，放谁的鸽子也不敢放你沈大人的呀。哦，叶落吗？轻功更娴熟了呀，我居然都没察觉到。明明都是朝廷中人，却因为公务繁忙的缘故，我们也有快半年没见了吧，沈大人。其实多日不见，今晚一会也没能酒席宴请，也是因为紧急的公务，但也还请海涵啊。哼，这是哪里话？我们这群执行者都是干脏活累活的，碰上最近事儿大，哪儿还有闲心喝酒啊？快言快语，那就赶快进入正题吧。关于今天晚上的联合捕捉黑风13亿党羽行动，我君王侧已在指定地点布置好了埋伏。我们六扇门也是。哦，很好。封锁的侍卫都就位了，剩下瓮中捉鳖的工作就交给我们了。铁寒衣呢？他也是今晚计划的重要一环呢。沈大人别担心，铁寒衣在此，沈大人久违了。什么？这个看上去形容消瘦的样子，真的是铁寒衣？明明几个月前还是英姿勃发的他，为什么现在却……真是难以置信。抱歉，我现在的样子吓到沈大人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脸……关于我和铁大哥几个月前遭遇蓝军逐空残部的事，沈大人应该有所耳闻吧？铁大哥因为那次的战斗身负重伤，虽然死里逃生，但差一点成为残废。好在皇上对此事非常重视，让御医们全力治疗，才勉强恢复了7、8成。但是毕竟内伤太严重，我这样貌看来是没法恢复了。只是庆幸还能恢复着7成功力，还能为皇上效犬马之劳。但是从那天之后，蓝军逐空和出手相救的高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所有蛛丝马迹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毕竟是那个传奇一般存在过的魔教啊！老实说，真是一点也不希望再碰到他们的人呢。时候也不早了，那就依计行事吧。侄女呀，你今晚策划的围剿计划已经快要开始了吧？这次的敌手可是沙连的黑风13翼，不可不慎重啊！皇上尽可放宽心，若无10成把握，怎敢来此与皇上下棋？看你的样子，似乎胸有成竹。黑风13翼所暗杀的都是榜上有名的高手，只要悬着这一点，他们便已经没有机会。侄女已经将诱饵布下，只看黑风13翼怎么逃脱这片天罗地网。这就是关键性的第1步。且慢，有点不大对劲儿啊！我们黑风13翼这段时间连续暗杀这么多朝廷高手，事到如今，本该变得防守严密的君王侧府，现在看上去却还和平时一样，有点奇怪。你什么意思？哼，莫非你害怕了？我们黑风13翼就没怕过谁，只不过我也觉得慎重行事比鲁莽好，不如先等等，静观其变。因为侍卫都用来埋伏了，
反倒显露出侍卫很少，会让对方生疑吗？沙莲，他们真的会谨慎到这种程度吗？这些时日，他们就在眼皮底下大开杀戒，我们却一直束手无策。他们如果不够谨慎的话，岂能做到这种程度？估计他们的消息也很灵通。此言甚是有理。刚得到消息，原来君王侧总督进宫执行任务去了。哦，难怪内部这么空虚，侍卫大多数都带出去了吧？哼，也好，那今天晚上就更容易得手了。动手！原来如此，难怪你让朕下狱调遣君王侧总督进宫驻守，却秘密告知他只许带少量侍卫，这样的话就能打消他们的疑心。那差不多也到时候了吧？皇上所言极是，该动这第2步棋了。中计了！大胆贼人，胆敢夜闯君王侧府，你们已经中了我们6扇门的伏击，乖乖束手就擒吧。胡说，我们就是6扇门的杀手。我似乎没在6扇门见过你。哦，难不成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唐烨吗？果然名不虚传。客套话就免了，能动手解决的问题就别动嘴巴。喂，别被挑衅了，我们是来完成任务的，可不能节外生枝。这我知道。哼，这些亡命之徒，明明被我们重重包围还如此淡定，是不把我们6扇门放在眼里呀？就是现在，启动天罗地网，拉动机关。没用的小聪明，别白费功夫了，这可是特制的大网，用刀都很难将它切破个小口子，何况你还是赤手空拳。什么？居然只是用手就切破了钢铁一般的网？这个人是江湖上那个鼎鼎有名的唐联手吧？唐联手萧二，难怪有这样的本领。唐联手萧二，使用螳螂手武功的高手，据说幼年就是武学奇才。可惜此人冷酷残虐，经常为了小利益滥杀无辜，在江湖之上也算臭名昭著。黑风13翼里居然有这种狠角色，难怪沈大人这次这么小心谨慎。看样子，若是有小小闪失，我方恐怕就会有惨重的损失。还好沈大人有万全之策。等等，这张网上怎么黏黏的，就好像涂了什么东西？别发呆了，可有那个脱身吗？大家小心，不要吸入毒物！可恶，但那些家伙逃了吗？沈大人的命令，即便如此也不准追，敌人很可能会趁乱反扑。就这么让他们逃掉？沈大人确定要这么做吗？真是搞不懂。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可别小看了咱们沈大人的深谋远虑。朕有点好奇，为何有众多高手在场，却不当场拼全力拿下其中几个贼人，反倒还故意纵容他们逃走？这是……皇上有所不知，黑风13翼均是死士，若蛮力抓捕，恐怕对方会选择鱼死网破。毕竟我们的目标是活捉和审问。话虽如此，但毕竟对方是黑风13翼，放着一手，再想追踪他们，岂不难哉？没事，我们已经做了记号。记号？虽然成功溜掉了，但我们现在怎么办？城门现在肯定封锁严实，只能暂时靠内应帮我们藏匿了。是伏兵，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撤退路线？但比角城也不可能追上我们。这是……哼，终于意识到了吗？你们身上都沾染了特殊的蜂王浆，无色无味，但沈大人驯养的蜜蜂会追踪你们到天涯海角，束手就擒吧。有趣，没想到这小小的蜜蜂能派上这么大用场。叶落姑娘这边也只是佯攻，重头戏在随后。试想一下，当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暴露行踪，当然也不敢去接触他们的内应，这时他们会怎么做决定？为了不拖累队友，他们必须得分头行动。对了，得赶紧找到很多水，
洗掉自己身上蜂蜜的味道。正是如此，当他们决定分头行动时，我们的计划就离成功不远了。以及今天我们有下通牒，让所有有井的人家通宵达旦点灯，因为连续被伏击而成为惊弓之鸟的他们，绝对没胆子闯入点着灯火的人家。他们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侍卫等着他们。最安全稳妥的去处就是附近西郊的一口无主的水井。然而他们去此处，必然会遭遇我们安置的最强王牌。可恶！居然把本大爷逼到这步田地，一路奔命，连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别抱怨了，刚为了分散包围圈，我们分开行动，事情还没完呢。我们先处理一下，再联络他们。切，这些该死的小畜生！居然真等到你们来此处了，沈大人果然神机妙算，恭候多时。两位就留在这里吧。铁寒衣嘛，他之前与魔教残党一战后元气大伤，朕担心以他现在的状况对付黑风13翼，恐怕……皇上大可不必担忧，他的实力即使打了折扣，也仍是超一流的高手。之前麒麟卫副统领龙大人曾经与铁寒衣交过手，结果……铁寒衣胜。居然一击就让唐联手萧二站不起来了，这家伙……不用说，这个强者也是他们事先埋伏在此的，这下糟糕了。萧二，太好了，你们也到这边来了，小心对面这个家伙。萧二刚才很轻易的就败给了他。都到齐了吗？看来没有其他中途接应和埋伏的杀连杀手了，那么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了。那边有追兵过来的声音了。腹背受敌吗？想突围只有一个办法，先合力宰了这家伙。哦，毒汁，看这个吧。果然有剧毒。我已经封了你们的穴道，除了动动口鼻之外，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安心的等着被送进大牢吧。什么？这……可恶！大意了，居然预先在嘴里准备了毒药丸，全都咬破毒丸自尽了吗？这个好像还活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今晚的任务还是完成了。原来如此，最后抓回来的杀手还是救不回来了吗？禀皇上，臣犹如使命。没想到他们除了口含毒药，而且在任务开始前，他们应当还服了另一种毒，在限定时间没有解药，就会毒发身亡。现在4贼的尸首已交由推官验尸，务必争取找出其他的蛛丝马迹。铁护卫也无需自责，这次抓捕还是挫了沙连的锐气。不管是你们君王侧，还是6扇门，都有功劳。臣觉得麒麟卫的功劳也不可没。之前听叶落所述，杀手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麒麟卫武士首先发现的。麒麟卫武士？是一位叫做明大哥的麒麟卫武士。明大哥？总觉得在哪里听到过。那此事3司皆有功劳，当然，幕后的黑手还未找出，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明白。父皇增加了宫内护卫的人手，而且让顺天府调了2000人首选市的广场。今天的御前比武真是固若金汤啊！而且黑风13翼一下少了4个，可惜了。哼，杂鱼而已，并不可惜。对你来说或许是杂鱼，对我来说，巧妙使用它们倒也是有莫大好处。你说是吧？
家长们，或者说是……哦，管家，准备一下，本王要去个地方。奴才这就去给殿下准备。家长们，这次本王一定要让父皇交出传国玉玺，要让他心悦诚服的叫我成哥。胜负已分，胜者六扇门苏小。六扇门唐烨，请多指教。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只需要躺在地上求饶就够了。哦。胜负已分，胜者六扇门唐烨。现在的水平，也就只有这样了吗？刚才看到了没？苏小大人赛场无敌手。这样一来，除了明大哥之外，我们六扇门参加的人就全打赢了，也可以跟副总督有个交代。对了，明大哥呢？快要到他了吧？不知道哎，他不是守小南门去了吗？发生了什么？本日比试终止！本日比试终止！什么情况？竟然这样兴师动众！明大哥！苏小，他怎么会来？那个，发生什么了？看起来很热闹的样子。你居然不知道？明大哥，你一定偷懒了吧？那个呀，我刚才在偷懒睡觉。怪不得外面擂台死了人你都不知道。今天的比试因为这事儿终止了。难不成又是黑风13翼？因为那3个人都是明大哥你御前比武的对手。现在我已经听到谣言说，这次肯定是和六扇门有关了，特别是明大哥你。我带这么无人清白的，给他们污蔑成杀人凶手了，我混吃等死的大街还要不要了？我当然相信明大哥，唐烨已经让人去告知沈大人了，我们来叫你过去。那好吧。明大哥，这是在尸首身边发现的。承君指教，特此奉还。找到了。飞珍，你这偷偷摸摸的，是要买胭脂水粉送给哪个姑娘？是那位沈姓姑娘，还是苏姓姑娘呢？最近小师姨你怎么神出鬼没的，每次都把我吓一跳。而且小是男的，不是女孩子。要不要我帮你参谋参谋沈小姐喜欢什么样的胭脂呀？小师姨，你就别拿我说笑了，我只是想买些胭脂水粉易容而已。易容？沈老大让我调查京城最近有什么异动，如果我胡编乱造，肯定会被他发现。想来想去，还是易容吧。易容我还算擅长，要不我来帮你？好啊。好了，保准没人能认出你。客官要来点什么？馒头还是饼子？买些人命。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吃烧饼、馒头吗？在沙莲的暗语中，烧饼是黄色，馒头是白的，是指的白道武林，意思是皇家饭。这暗语的分法还是很有趣的，用食物来代表各大门派，正派邪派各有不同类。记得好像少林寺是驴打滚，武当是凉拌牛鼻子，峨眉是师太汤面，白道武林都是浅色食物，邪道武林都是深色食物。咱家吃惯酱肘子。久闻叶罗堡成名，只是叶罗堡中人最近可是少露面了，暂避风头罢了。既然如此，
那便随我来吧。江南可是水泊不入，拳打不进，有白王七冠那7头猛虎在，就连我沙莲在江南一带活动也都不敢声张，唯独是叶罗宝一枝独秀。哼，我早就想见见叶罗宝的人了。小兄弟，就是你要牵我孟江南，不知道明兄弟来找我老孟有何贵干呢？是，在下姓明。不错。叶罗宝明堡主的家人，自然就该姓明啊。小弟有事情要问一问孟老板。严重了，叶罗宝威风赫赫，明堡主那可是我倾心敬佩的前辈。江南一带，只有叶罗宝才能把白王七冠那群王八蛋气得牙痒痒，佩服，佩服。因为白王七冠那7个门派，根本就知道叶罗宝是大罗山的分支，他们怎么能不给面子？但是，你虽自称是叶罗宝的人，却并未拿出什么证据，而且，人人都道我们沙莲是天下第1杀手组织，但明眼人都知道，我们卖的并不是杀手，而是情报。你莫非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是6扇门的人？哦，你说说看，那我是谁？你倒是叫明飞真，可惜，并不是那位明堡主的人。我手下就有人看见你从6扇门出来，叫姑娘帮你易容，如此，还敢自称叶罗宝来我沙莲？来人，宰了他！孟老板，我胆子小，别吓唬我好吗？既然阁下说自己来自叶罗堡，想必不介意用武林中的手段证明一下自己吧？这个嘛，都给我上！啊！彩蝶，杀了他！哦。有2下子。这女孩年龄不大，但从实力来看，应该是沙莲里面的护法高手。簪子什么时候回到了头发上？长得这么可爱，下手就这么狠啊！当心以后找不到婆家。宁山，出手！好。太过心急，火候未够。明兄自是神功惊人，来我沙莲显本事来了呀！明兄武功高强，我所不及，还要杀光我这里的人，恐怕还差点吧？孟老板，武功你也试过了，还不信吗？阁下武功虽高，已经胜过了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始终没有用过叶罗堡里的武功。那好办。他居然在墙上行走！你刚才那个徒步登墙的轻功，就是叶罗堡的叶步。你猜？世上真有这样神奇的轻功？当然是有的。叶步，明显高手。你难道是叶罗堡明堡主？没错，我还真就是那个坑爹的叶罗堡堡主。叶罗堡本是我那混账师傅所创立，2个月后，他强行任命我为叶罗堡下一代堡主。虽我誓死不从，但最终还是倒在师傅的卑鄙手段下。接手后才发现，
每天都有人上门找麻烦。叶罗宝最近名声很大，老子来领教领教。后来，江南当地的一些邪派乌合之众也纷纷来投靠，带着弟兄们投靠过来。最烦人的是我那几个不开眼的师弟也跑来掺一脚。师兄，我们来跟你一起祸害，造福苍生啊！本着不给当地老百姓添麻烦，我把那些人接纳入治下。只不过，由于我接纳了不少邪派组织，所以叶罗堡在正道人士看来就十分邪恶了。话说江南当地有7大势力：庐山剑观、寒山寺、乌衣帮、相思峡、宋家堡、金银宗、落剑山庄，合称白王七观。这白王七观心知肚明叶罗堡的底细，请庄主闹不出大事，替天行道，除掉叶罗堡这一祸害苍生的邪派，把他拖出去，打骨折。其他江南正道门派以为是我们根基深厚，连白王七观都不敢碰，于是大肆宣扬，把我们形容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恕小人眼拙，有眼不识泰山。既然孟老板知道我的身份了，相信也有耐心听在下说两句了吧？是，这个当然。事情是有关黑风13翼。此事如同明堡主所说，确实是黑风13翼干的，但老夫也不知道该内情。老板，可以替我联络黑风13翼吗？您老应该知道我们这行有我们这行的规矩。放心吧，我只想要孟老板卖我明飞针一个面子，由你去替我转述就行。嗨，我当什么事呢？那我通知一声黑风13翼，要他们收敛一些，算是老夫卖给明堡主一个面子，如何？如此最好。打！你们这是怎么了？是麒麟卫的人。你们等等，我去叫人来。不用了，沈大人最近忙于查大案，叫了人又能怎样？最后总督还不是让我们大局为重。我们去找点药服下吧。对了，老华，你刚要出门对吧？要小心点儿，麒麟卫的人可能还在外面。我一个扫地老头，他们也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放心吧。晚上风大，要不小师姨你先回客栈。如果他们一直不派人去联络黑风13翼，那我这可要一直等下去。不了，黑风13翼藏在哪儿，我也很好奇。小师姨，你该不会想……你大可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他们出来了。那个女的是彩蝶，拿剑的是宁山，的确是孟老板的人没错。什么？还有第二队人？孟老板？莫非这一队才是真的？那我们要跟这一队了。怎么了？你看，第3队人，方根宗凶得着这样吗？果然第3队也是个幌子吗？看来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这里呢。现在怎么做？要不要进去看看？还是算了。虽然龙在天可能发现不了我们，但他都能跟沙莲勾结，那麒麟大院里还有谁，我也说不准。没道理啊！黑风13翼杀的，大部分都是麒麟卫的人。若是我杀我自己，明飞真啊，你可算是出现了。今天逃班逃得挺过瘾啊！我是奉沈老大的命令去调查沙莲的事情。什么叫逃班啊？哦，调查沙莲啊！
我还没恭喜你通过选试吧？先恭喜你了，明天御前比武正赛要为六扇门争光啊！你这阴阳怪气是怎么回事？我都没打过，怎么就通过选试了？你别装了，黑风13翼今天可是又杀了3个人哦。他们杀人跟我选试又有什么关系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今天死的是谁？你没听说过？所以是谁啊？麒麟卫的王涵、陆广、杨敬武啊。所以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好，都是你御前比武的对手啊！现在又是怎么回事？黑风13翼杀了我的对手，他们这么照顾我是闹哪样啊？老夫卖给明堡主一个面子。喂，不是这种给面子，我是要你们住手，不是让你们给我情仇障碍啊！混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借酒消愁。黄大爷在里面吗？我找他喝酒去。黄大爷，怎么了？你怎么这个表情？你跟我来吧。我就一天不在，这是怎么回事？是麒麟卫的人干的。他们跟我们有仇报仇，这可以，但他们难道不知道，武林中人动手伤及平民，这是坏了武林规矩吗？居然是六扇门的人，活得不耐烦了吗？专程来送死的！我警告你们，别闹事儿啊！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六扇门的杂碎们。我都还没去找你们，你们反倒自己找上门来。上次是没有带刀。怎么，要在麒麟卫跟我打？你当爷爷我练的是什么功？挡不住你这三脚猫的刀法。不好的预感。这是什么刀？绑起来，带走！混蛋！放开我！放开我！等等，诸位且慢，把人交给我。现在你们回去，我会告诉大家，当做没事发生。给我滚！你们可知道，这样做会让六扇门和麒麟卫彻底开战。而且当年燕13在的时候，何尝没有欺压麒麟卫？少年人做事别凭一时义气。四姑娘，你别搞错了，这可不是私事，是公事。请你不要妨碍我们把依依贤带去六扇门。你们不要不识好歹，司大人是给你们面子，识相的就妨碍我们执行公务。你这是干什么？这可是麒麟卫所，你们这样做违反了规矩。规矩？那好，咱们就讲讲规矩。你们那天派人打我们同僚的时候，讲规矩了吗？你们把黄大爷打死的时候，讲规矩了吗？我告诉你，你们不讲规矩，我讲规矩。我讲的规矩叫做国法。黄大爷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一邪聚众将他活活打死。抓坏人，不让恶人欺负百姓，就像他这辈子服侍的各位大人们一样。我今天来是要做个好捕快，要告诉他，做得好的捕快就在六扇门。只要有我们在，他绝不会白死。只要我们在，世上的恶人就没好果子吃。听懂了吗？这就是我讲的规矩。依依贤犯法了，我就要抓他回去归案。六扇门办案，闲杂人等，给我滚开！事态居然变成这样，郑巧龙在天大人又不在，
这可怎么办？我们麒麟卫哪里都好，就是地方太偏，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好敏锐的直觉，漂亮的女人果真都不简单。殿下，我们到了。殿下，请。殿下，请。龙统领，本王赐予你的歌姬可还受用？受用的很，这要多谢王爷体恤。只是殿下寄放在卑职这里的那些个江湖人士，不知道是什么来路。殿下让卑职保守秘密，其他什么都不让卑职知道，这让卑职担足了心呐。龙统领啊，本王的江湖朋友有难，你还要细究他们的来路，未免不够朋友了吧？若只是收留几个落难的江湖朋友，莫说是成王殿下的朋友，只要是条讲义气的汉子，龙某连魔镜云天宫的人都敢收留。但是会杀自己人的朋友，龙某一个也嫌多。言已至此，龙某人是想问殿下一句：那些人可有人是来自黑风13翼？成王殿下，龙某人只想知晓真相。哼，不错，那些人就是黑风13翼。这样龙统领满意了吗？人总有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无非就是功名利禄，这些东西你就算有了，也还想要更多。但只要你头上有个大统领挡着，你就永远得不到。成王殿下身为王爷，已经是清贵无比了，他的上面还有谁挡着？哼，你的那些手下死得值啊！要是现在不死，我怎么安排黑风13翼进入麒麟卫？怎么替换进你的手下里面去，让他们混入皇城参加御前比武？御前比武当日，六扇门的人去了守城门，君王侧在保护皇室亲族，你们麒麟卫将会负责现场的治安。只要你我联手，父皇还不手到擒来？糟糕了！要是我不赞成，立刻会被当场杀掉的。但造反乃是诛九族的大罪，成王自己是皇子，又是皇后的爱儿，绝不会因此丧命。但我龙在天，一家老小，却要跟着赔上脑袋了。你可没有选择。自从你收下了本王的歌姬，便已经跟本王站在了一条船上。